你来思游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自己坦白，我留你个全尸。沈先生，你信不信玄学啊？你该不会想告诉我，我有什么劫难必须娶你才能化解？从沈修锦的表情来看，他明显是不信这套的。我来思游园是为了你，我爱慕你很久了。亲妹妹怎么了？谁不知道你这个妹妹是天煞孤星命？她3岁就被送到山上去了，17年没回来。现在你爸妈出车祸死了，她就在这个节骨眼突然跑回来装孝女，说不是为了争遗产，谁信呢？你小声点儿，瞧瞧她听得见。正好，我就怕她听不见。丑话我说在前头，这栋别墅是你爸妈留给我们的婚房，现在苏家的公司又快破产了，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我没让他倒贴钱就不错了。还想分遗产，门儿都没有。他在家里白吃白喝7天了，这钱我还得跟他算呢。你说什么呀？那是我亲妹妹，你真要算钱，我给你。你拿什么给？你一个家庭主妇1分钱不赚，吃的喝的哪要不是花我的钱？他在苏家只生活了3年，母亲产后抑郁，将自己锁在房间里，无论他哭的声音有多大，母亲也不曾看过他一眼。父亲对他也并不喜欢。苏倩比他大7岁，会哄他睡觉，会给他喂饭。苏乔想到万鹏那张看似老实端正，但实则眉眼藏邪的脸，这男人心术不正，恐怕算不得良配。可日子到底是人家小两口的，他说到底也只是个外人。天一亮，苏乔就起身离开了苏家别墅。其实他这些年在山上偶尔给人算命指点迷津，也存了小几万块钱。但是3天前，他那存钱罐跟他的抠门师傅一块消失了，就给他留了一封信。信上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他回家吊唁双亲，第二件事，徒弟，你命格奇险，至阴至寒，注定活不过20岁。但为师算到你跟沈家二爷沈修锦气运相连，同生同哭。沈修锦今年命里有一场生死劫，你得跟他成婚，护他平安度过，你才能活下去。师傅虽然平日里4六不招，但是他能掐会算，他窥天明通命术，还从来没有出过错。苏乔也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今年开始变得弱了，他如果出事，姐姐怎么办？他不想死。这些年老人假摔讹人的新闻层出不穷，但是苏乔在山里一来没通网，二来他们修道之人有规矩，对待老弱病残孕者不能见死不救。小姑娘，我看你也不像是有钱的样子，别管这闲事了。就是，你看人老太婆穿金戴银的，估计都活够了。待会儿家属来了，小心他们讹死你。他跪在老太太身边，仔细检查一番后，苏乔将人小心放平，取出布袋里的针灸包，银针利落精准地刺进老太太身上的7个穴道。别怕，我会医术，您不会有事的，而且您是大福之人，会长命百岁的。这不是安慰的话，是实话。这老太太的面相既富且贵。针扎进来以后，老太太身体的疼痛感顿时就缓解了不少。此时救护车赶到，见老人家的情况已经稳定，苏乔起身准备离开，可手心里却突然被塞了什么东西。这玩意儿看着就贵重，苏乔自然是不收的。他正要还回去，可谁料老太太两眼一闭，人直接晕了过去。让开让开！算了，找沈修锦要紧，这玉镯还是先好好收着，日后再还吧。苏乔怕放在布包里磕碎了，干脆将玉镯直接套在手腕上。一群废物，老太太都没看丢。沈先生，老夫人她偷偷藏了安眠药，把护工给放倒，就把医院的火警预报器砸了，弄得一团糟。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就不……这么说，是怪老太太了？不，沈先生，都是我们医院失职，我们已经在找了。奶奶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
我拆你一根骨头。二爷，有个女人挡住路了。这显然又是一个为了引起他注意不择手段的女人。他嫌恶地皱了皱眉，沈修锦目光一顿，他注意到这个土包子手上的玉镯。沈修锦原本有些躁意的脸瞬间就冰到极点。男人骨节分明的大手一把攥住他戴着玉镯的那条手臂，将玉镯直接剥了下来。你是哪来的土匪啊？把东西还给我！土匪这个词恐怕10年前就没有人用了，更何况他这张脸3天2头的上新闻版面，整个地城就没有不认识他沈修锦的。想用这种白痴套路吸引他的注意力？这玉镯你从哪儿偷的？老太太人呢？我苏乔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。男人掀起眼皮，眼底杀意毕露，他猛地出手，一把掐住苏乔的喉咙。这男人是暴力狂吗？上一个想利用老太太接近我的女人，被我剁碎喂了狗。你最好老实交代，我也许能给你留个全尸。他不动声色地将手伸进布袋里，摸到了银针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二爷，找到老夫人了。二爷，他又是从私幽园里出来的，这男人恐怕就是他要找的沈家二爷沈修锦。苏乔默默地将刚刚摸出的最大号银针又塞了回去。把人照顾好了，我马上就到。你就是沈修锦，沈先生吧？果然是在装清纯。怎么，现在又认识我了？沈先生，老太太是突发性心急，我当时给她施过针，人暂时不会有事的。但是想根治的话，最好是24小时之内再施一次针。把人给我关起来。哎呀，我说了我没事儿，你们别拦着我。我现在要去找我的救命恩人，那是老天赐给我的孙媳妇儿。老夫人，您现在不能乱动。奶奶，您最好听医生的。二爷，老夫人她没什么大碍，但需要安神静养，好好调理。既然要静养，你还留在这里啰嗦什么？病房内就只剩下祖孙2人了。疗养院住着不舒心，您随时可以打电话通知我，接您回家。为什么又要闹这么一出？您心脏不好，要是在路上出现什么意外……呸呸呸！你少咒我！这辈子看不见你结婚生子，过上正常日子，我死不瞑目。你要是真为我好，赶紧给我找个儿媳妇，生个大胖曾孙。我说了，除了结婚的事，别的我都能依你。我答应你父母，要好好把你养大成人。可你现在一心只有工作，冷酷无情，罢了，都怪我，是我没照顾好你。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啊？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到了下面见了你父母，我这把老骨头再跟他们赔罪。奶奶，别闹了，只要您不闹，下次您怎么安排我相亲，我都配合。真的？奶奶也不逼你相亲了，你就给我直接结婚。奶奶，我已经找到了心目中的孙媳妇儿了，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她人美心善声甜，还会医术，跟你特别的般配。老话说得好，救命之恩一生相许，你就替我许了吧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不过你的救命恩人没留下任何线索，找起来怕是需要些时间。不用花多长时间，我昏迷前特地把你送我的那个玉镯给那个姑娘套上了，那镯子天下无双，上面还有我们沈家的暗纹，一出现就能被认出来。沈修锦表情诡异地僵了一下，脑海里闪过苏乔的身影。我现在就去找人，您先好好休息。那你可快点啊，待会儿找迟了，我孙媳妇儿再被别人拐走。放心，没人能拐走。二爷，说，地下室里关着藏獒的机关，不知道被谁打开了，那个苏小姐还在里边。这要是不快点，苏乔那小身板怕是被啃得骨头都不剩啊。沈修锦黑眸幽沉，
薄唇勾起一抹残忍玩味的弧度。他转身直接去了监控室。二爷，真的不用关掉机关吗？不是装神弄鬼吗？还会医术？他倒是想看看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他雪獒的牙硬。只见那3只雪獒在朝苏乔飞扑而去，气势凶猛，而苏乔根本不躲，他那纤细苍白的小手在空中捏了个诀，一股无形的气波在空气中荡开，横扫向3只狂躁暴力的雪獒。那3只凶兽竟如同被束缚般停在了原地。苏乔手势横转，同时嘴唇轻动，无声飞快念着法诀：天门常开，无令暂行，息于根，护于心，魂兽自斗。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，3只猛兽咆哮着嘶吼着斗成一团，互相攻坚。苏乔就站在旁边，冷静地看着这血腥的一幕。这3只雪獒已经被训练成吃人的猛兽了，如果不是他及时自救，现在被他们撕碎分食的就是他自己。住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只见苏乔先两眼一闭，直接就晕了过去。半路上，苏乔就醒了。他多年前大病一场之后开了天眼，但每次使用灵石，身体就会变得异常虚弱。他平时的时候一般要昏睡上3-4个小时，可这回居然10分钟不到就醒了。但是苏乔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因为沈修锦的怀抱是暖的。自从开了天眼之后，他就再也不曾感受到人类温度了。此刻的沈修锦对他来说就像是寒冬里的取暖器，他贪恋着他的温暖，甚至无意识地往男人怀抱深处钻了钻。他将苏乔抱进一间卧房，放在柔软的大床上。还不行吗？哼，小东西还挺能装啊。既然昏迷不醒，那就杀了喂狗。我醒了，我醒了，我醒了。看不出来你还会驯兽啊。你来思游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自己坦白，我留你个全尸。沈先生，你信不信玄学啊？你该不会想告诉我，我有什么劫难必须娶你才能化解？从沈修锦的表情来看，他明显是不信这套的。我来思游园是为了你，我爱慕你很久了。爱慕我很久了。来，展开说说，何时何地发生了何事，让你对我倾心到不惜上门找死？从面相上来看，沈修锦亲缘极淡。诡异的是，他能算到沈修锦亲缘淡薄，应该是双亲早亡，其他的他竟一概算不出来。苏乔不免有些诧异。编不出来？沈叔叔和伯母在世的时候，跟我师父交情很深。你不知道我，但是我看过你的照片，很早就听说过你的。沈修锦眼底充斥着嗜血的暴力。上一个敢在我面前提我父母的人，我挑断了他的手脚筋，把他骨头一根一根敲碎。看来你也想试试。二爷，管家福伯在此时匆匆推门进来，被眼前的一幕惊了一下。滚出去！二爷，是医院那边打来电话，说老夫人她病情突然恶化，需要即刻动手术的话，请您过去签字啊。沈修锦听到事关老太太，转身就要走。沈先生，我能救老太太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老太太目前的身体承担不了动手术的风险，我有办法救老太太。要是我做不到，你再杀了我也不迟。她学着琼瑶剧里的悲情女主，咬了咬下唇。我知道老太太对你很重要，我喜欢你，就不想让你难过。喜欢她，不想让她难过？哼，这拙劣的演技。见老太太之前，你得准备一下。瞅到我眼睛了。行，他忍，等忍过这一年，他苏乔云清观第一神婆最强玄术士，势必要让沈修锦这个臭男人跪下承认错。滚出去！别来害我！别害我！快滚！二爷，
我们检查发现，老夫人脑部有一团阴影，推测应该是瘤块压迫了脑神经，导致出现幻觉，最好动手取出来。苏乔却看出那团缠绕着老太太的黑气，看来是有人给老太太中了煞，极其险恶的凶煞。他取下布袋，一样一样的往外掏装备，同时头也不回的吩咐：都出去，把门带上。众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沈修锦，在等他的意思。此时桌上的老太太忽然两眼翻白，浑身痉挛性的抽搐起来，双脚居然虚虚离地。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，就连一向对鬼神之论嗤之以鼻的沈修锦也怔了一下。苏乔看得清清楚楚，是那团黑气掐住了老太太。不想她死的话，都出去！苏乔扭头厉声喝道。满场的人被苏乔陡然暴涨的气势镇住。沈修锦一挥手，医护人员和保镖们连忙退了出来。我给你10分钟。沈修锦吐出这一句，转身离开。刚才发生在老太太身上诡异的一幕，在场10几双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那绝对不是眼花幻觉能解释的。二爷，这是那位苏小姐的资料。沈修锦伸手接过，一目十行地扫过去。听说这苏乔是天煞孤星转世，她出生那天，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4个老人同时过世，而她母亲也一病不起。苏家生意开始走下坡路，直到她3岁被送走，苏家的情况才有所好转。直到7天前，苏乔又回到了地城，就在她回来的前一晚，苏家父母车祸，双双去世。唐毅越说越觉得后脊背发凉。二爷，这女人邪门的很啊，出场就得死人，她现在貌似又盯上您了。你觉得她能克死我？二爷，这邪门的事儿，咱还是宁可信其有，小心点好。他话还没有说完，苏乔走了出来，黑黢黢的脸衬得嘴唇越发苍白。老太太没事了，我去洗把脸。说完，他直接走向洗手间。纤瘦的背影看上去像一片薄薄的影子，风一吹就能倒。沈修锦淡不可见地皱了皱眉。只见刚才神态疯癫的老太太现在已经躺在床上，脸上也恢复了血色。阿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您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我让医生进来替你检查。他眼角余光瞥见地上的水果刀，刀尖沾血。苏乔掬了几捧冷水，就着洗手液洗掉脸上的黑粉，露出他那张苍白绝美的小脸。凭借他的本事，对付那些邪祟也是小菜一碟。只不过他今天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先前对付3只雪獒又耗费了灵石，身体太过疲惫，倒是让那些凶煞本体抓住机会从窗户逃了。幕后的人肯定还会再来，到时候他再一网打尽。苏乔体内寒意肆虐，要命的疲惫感袭来，每次过度使用灵石，身体就会陷入虚弱的状态，他就需要重新吸收灵气才能尽快恢复。大都市喧哗俗闹，天地灵气极度匮乏。想起不久前他情急之下吻上沈修锦的画面，在亲上沈修锦的那一瞬间，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灵力源源不断地涌入体内，四肢百骸都跟着暖了起来。沈修锦一个吻对他的加成，比在福居洞闭关3天都来得强烈。苏乔忍不住伸手去抚摸自己的唇，他好想再感受一次。你在回味什么？男人低沉的嗓音冷不丁地响起。沈先生。沈修锦就靠在门边，皱眉看着他，有股无声的嫌弃。但苏乔在这方面的钝感力极强，他笑眯眯地凑上前。我在回味之前吻你的时候。他不知道是这女人的段位太高，用最无辜干净的表情跟他调情，还是真就是傻白甜一个，撩而不自知。沈修锦伸出手，将他的脑袋推开了一些。老夫人已经醒了，医生再给她做检查。既然老夫人没事了，你现在有没有开心一点呢？他一边问，
一边又往沈修锦的身边凑了凑，哪怕是亲不到，离他一近也能感觉到被暖意笼罩，灵力回升的感觉。还是头一回有人问他这种问题，开心？谁会在意他开不开心啊？沈修锦避开他毫不掩饰的炙热目光，注意到苏乔还在流血的手。不处理伤口，你想死？沈先生，在沈修锦要松开的时候，苏乔连忙反握住他的手，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狗一样。我好疼呢，你这么握着好像好一点。沈修锦最后亲自给他上药。我下手不会轻。苏乔眼睛就没有从他身上离开过，他笑眯眯地摇了摇头，活像个恋爱脑晚期。没关系的，只要是你给我上药就不会疼。这样挨着他比什么止疼药都管用。身为助理的唐毅在旁边觉得自己是多余，这苏小姐看自家二爷那满眼欢喜的样子都快溢出来了。等等，他不会看上谁死吧？唐毅被这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吓得一激灵。二爷，老夫人吵着要见您，说有急事要跟您说。知道了。沈修锦起身的同时，苏乔也跟着站了起来。坐下。哦。苏乔乖乖坐下，满脸不舍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虽然抱不到亲不得，但是能近距离的靠着他，苏乔就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在渐渐恢复力气。这小女人是真不知道矜持2个字怎么写吗？她的流利池啊。苏小姐，我们二爷向来对女人没什么兴趣，更不会喜欢你这一款，你还是识趣一点。你叫唐毅是吧？苏乔侧目看他，跟刚才面对沈修锦时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色。他淡漠清冷，轻飘飘的一眼扫过来，有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。你们二爷我跟定了，至于他对女人还是对男人有兴趣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劝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吧。他轻轻眯起那双好看的狐狸眼，端详着唐毅，眼底淌过一缕不易察觉的幽光。今天别在外面看热闹，还有这个平安符你贴身带着。我不。唐毅张嘴想要拒绝，却看见黄纸上朱砂化成的符箓在阳光下荧光一闪，眨眼之间就消失不见了。他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，心里也愈发瘆得慌。唐毅轻咳一声，伸手偷摸取过符纸，反正这小玩意儿也不占地方。阿锦，我刚刚昏迷的时候，好像又听见之前救我那姑娘的声音了。你是不是找到我的救命恩人了？您听错了，有消息我会立刻告诉您。我看电视里的霸道总裁要找谁，立马就能把人找到，还有个叫龙傲天的特别厉害。哎，都是当霸总的，你跟人家怎么差距就这么大？很好，待会儿就让人把老太太房间的电视给拆了。我的乖孙媳生得那么好看，在外面太不安全了，你要是不抓紧把人找到，哼！老太太嘴一撇，扭头去看窗户，意思很明显，没了孙媳妇儿，她就跳楼。沈修锦脑海中闪过了苏乔那张精致绝美的小脸儿，还有他直勾勾盯着他的时候那双欣喜满意的眼睛。就在沈修锦转身打算离开的时候，他注意到老太太的枕头底下露出一角黄色的东西，只见纸上行云流水，画着一串暗红色的符箓。那不是朱砂颜料，画符用的是血。沈修锦推门进来，就看到苏乔趴在椅子上缩成一团睡着了。他人本来就娇小纤细，此刻蜷缩成小小的一团，看上去就像只柔软的小猫。一股暖意随之在空气中漫开，朝着苏乔徐徐渡来。他嘴角禁不住翘了翘，内心已经开始期待沈修锦温暖的怀抱了。再装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醒不过来。臭男人，但是他人设装就得装到底。苏乔做作地伸了个懒腰，一副刚被吵醒的样子。沈先生，你回来了。这演技
跑个龙套都嫌业余。但是他见到他时，眼里仿佛能开出花来，这份开心却又不像是装的。沈修锦还是头一次觉得看不透一个人，这种捉摸不透的感觉让他心生烦躁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沈修锦取出从老太太枕头底下发现的那张黄符，面色不善。我就是传说中的天煞孤星丧门星，刚出生就克死家中长辈。3岁那年，我生了一场大病，父亲没有送我去医院，而是开了很远的车，把我丢到路边，想让我自生自灭。可惜我命不该绝，被师父救走带回山上，一住就是17年。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也没有避之不及的厌恶。所以你就成了神棍？不是神棍，是法门玄术师，我超级厉害的。在他面前卖弄风情的女人他见多了，装神弄鬼的这还真是头一个。沈先生，沈老太太被人下了非常阴邪的凶煞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但我留下的符箓能够保护老太太的周全，我还在老太太脚踝上绑了一枚铜钱，万万不能摘的。好温暖呐！想被多了。沈先生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老太太需要我，而我不能离开你，没有你我就会死的。这些话你对几个男人说过？那当然只有你一个啦。但凡有其他男人能保住他这条小命，鬼才愿意死乞白赖地跟着这座阴晴不定的冰山呢。沈修锦移开了目光，油腔滑调。见他转身要走，苏强慌忙地去追。沈先生，你等等我！然而猛地一下子站起来，又犯了低血糖。苏乔顿时就眼前发黑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朝前扑了下去。沈修锦的一只手有些狼狈地拉住腰间的皮带。放手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脚麻了。刚刚处理好工作赶来的唐毅就撞见了如此诡异的一幕。小神婆跪在自家二爷的两腿之间，而二爷正在系皮带。这是在医院里门都不关就这样。没想到一向不近女的二爷，这玩起来居然玩这么的。等苏乔从地上爬起来，沈修锦的背影都在3米开外了。他起身就去追，从旁边转角冲出来的人影，正好他撞了个正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不是哪不舒服？只见苏倩右边的脸颊红肿着，上面还有好几个清清楚楚的巴掌印。自己被打成这样，还在关心他。我没事。你身上的伤是谁打的？万鹏吗？不等苏倩回复，苏乔掐指算了算。原来不是男的，是个女人，而且还是个老女人。你婆婆啊？小乔，你怎么知道？走，带我去见见那个老太婆。他原本以为自己离开家对姐姐会是一种保护，但是看来他错了。姐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沈先生，我现在要跟我姐回去一趟，可能要离开你几天。这根红绳我从来不离身的，现在送给你，你带着它，它可以替我保护你的。沈修锦当然不会信，更不打算接。沈先生，你就带着吧，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的，我就活不下去了。苏强一边认真地念叨着，一边麻利地将红绳套在沈修锦的手腕上，同时默默念了个诀。好啦，等我忙完我姐姐的事情，我就会马上飞来你身边的。沈修锦目光落回到手腕的红绳上，红绳保平安，这么老土的东西居然还有人信。神经病，这玩意儿绑得特别紧，根本就摘不掉。二爷，那个苏小姐虽然看着神神叨叨的，但好像特别关心您，而且您似乎也不怎么讨厌她。怎么，你很了解我？对不起二爷，是属下多嘴了。人抓到了吗？之前攻击苏乔的那3只雪獒是被人故意放出来的，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手脚，胆子倒是不小。已经审问过一轮了，
但嘴巴很硬。嘴硬？哼，把人送去1号公馆。小乔，你是不是没吃晚饭啊？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啊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们先去吃饭。我们去吃面吧。好。苏倩一口应下，心里稍稍松了口气。她现在的卡里就只剩下几10块钱了，要是苏乔真想去饭店，她只能找人借点钱。苏乔的确是饿了，一口气吃了4碗面，这才放下筷子。还疼吗？不疼了，你给的那个药贴很有效。还手了吗？什么？你那个恶婆婆用开水烫你，别告诉我你没有还手。她也不是故意的，是我不小心打翻了热水。结婚这么多年，跟婆婆刘桂芳时不时的会发生一些摩擦，苏倩都忍了下来。毕竟家和万事兴，这刘桂芳又是长辈，如今自己的娘家已经没了，如果想要好好的过日子，只能对刘桂芳忍耐一些。苏乔沉默地看着姐姐，她今日煤气照顶，破财伤情不说，接下来还有大灾。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可以告诉我的，我帮你解决。20岁的小姑娘离开家连顿饭都吃不上，能帮她什么？你有这份心，姐姐就很感动了。明天我去找个老同学，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一份轻松点的工作，1个月挣个4、5千也好，至少能保障你的基本生活。山下挣钱这么难吗？他在山上帮人算一卦就5000起步了。当然了，我也算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但一毕业就结婚生子，当了家庭主妇。现在我要重新去找工作也很难。不急，送钱的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又来干什么？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了，这事跟我妹妹没关系。万太太，你老公万鹏今天下午又赌了几把，现在连本带利总共欠我们5000万。他为了保命，把苏家别墅抵给我们了，现在他躲了起来，跟老子玩失踪。万太太，我就只能找你要房子了。不，这房子我绝对不可能给你们，那是父母留给他最后的遗产。那没办法，我只能带你回去慢慢聊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小乔，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，你们可真要脸。不想死的最好别多管闲事，赶紧滚。小乔，你快走，他们不是好惹的。别怕，我来解决。看来你是找死了。黄生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还知道你作恶太多，殃及后代，导致你老婆这2年3个孩子胎死腹中。刀疤男脸色彻底变了，一个初次见面的小丫头片子不可能清楚这种私事的。我劝你最好现在回头多做善事，否则你这第4个孩子也保不住。想唬我？你还嫩了点儿，我老婆现在根本就没怀孕。他话音刚落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。老婆，老公，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这几天肚子不舒服，今天来医院检查了一下，医生说我怀孕了。老婆，这事儿你告诉其他人没有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刚拿到结果，第一时间就给你打电话了。老婆，我回去再说。小神仙，我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。一旁的苏倩都看傻眼了。小神仙，只要你能帮我保住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他已经丢了3个孩子，这第4个孩子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。苏乔淡定地勾了勾手，让他起来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我的安胎服可不便宜。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安胎服每张5万，1张能保1个月。我要10张，我现在就给您转账。姐，收钱。哦，这也太离谱了，她这个妹妹到底是什么人物？小神仙，钱都汇过去了，能给我安胎服了吧？别急呀，还有件事儿，万鹏欠你们那5000万。小神仙，这5000万我要是收不回去，我老婆就得大着肚子替我收尸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欠你的钱你就找谁还。那个万鹏他妈的跟成了精的泥鳅一样，溜得比谁都快，我实在找不到人啊。榆林街盘山路那边房子没有几栋，你好好找找。
多谢小神仙。不谢，算一卦5000，转账吧。姐，钱都收到了吧？小乔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那个流氓头子的信息你从哪儿偷听来的？合着流氓都信了，他姐还以为他是骗子呢。姐，其实你那个安胎符，什么作恶多端、报应到下一代的说法，一听就是电视剧里江湖骗子那一套。你姐姐我好歹是大学生，当然不会被那些神神鬼鬼的那些骗过去。我不管你是从哪儿偷听到的信息，但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在被皇上发现之前，你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。要不，你还是离开帝城吧。他姐姐宁愿相信他是个骗子神棍，都不肯相信他是能掐会算，不是普通人。别担心，他不会发现的。皇申他老婆之前去山上的庙里拜过菩萨，我跟他聊过，也见过皇申的照片，也知道他流产了3次。至于他老婆这次怀孕，我刚刚在医院凑巧碰见他了，看他症状反应像是怀了的，就随口一说，然后就猜中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个解释苏倩果然接受了。你这丫头也真是胆子大，得亏你运气好。是啊，我运气真好，反正那些人短期也不会找你麻烦了。姐，你还是抓紧时间跟万鹏把婚给离了，以后就不用管这些破事了。小乔，你不懂，离婚没有那么简单的。其实万鹏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很爱我，也很爱我们的女儿佳佳，我们大学就在一起了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。今天上午那伙人找上门的时候，他躲了起来，等他们走了，他跪在地上跟我磕头，说他会改的。我把我手里公司的股份都转给他，让他卖了些去还债，没想到他又去赌。姐，你还有我呢，离婚吧，以后我赚钱养你。小乔，苏家已经没有了，万鹏他不只是我的丈夫，也是我的家人，是我孩子的爸爸。我们一家人要同舟共济，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推上死路。只要他能改过自新，钱的事我愿意跟他一起想办法。果然，渣男背后一定都有一个傻女人。看来想让姐姐彻底死心，还得让她看清万鹏的真面目，被伤透了才行。沈修锦微微皱了皱眉，抬眸，前方拥堵成一团。二爷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，能不能尽快通行？这条路是通往1号公馆最快的一条。我去，太惨了吧，4辆车追尾。哎，不知道车里人怎么样啊？唐毅冷不丁地想起苏乔的警告，今天别在外面看热闹。追尾事故中，最后那辆车突然发生2次爆炸，火舌窜了起来。唐毅后背渗出了冷汗，他忽然察觉到口袋里有些微微发烫，只见上面朱砂化成的符箓在他眼前褪色消失了。哪里是什么神棍啊，分明就是活神仙。唐毅咽了咽口水，转身快步钻回到车里。二爷，小神婆跟你的红绳你还是好好带着吧，我觉得她好像有点真本事。小神婆？怎么你现在成了她的信徒了？男人语调漫不经心的，周身杀气却极为严重。绝对没有，我誓死效忠二爷一个。另一边，苏乔抬头，目光落在楼上一扇亮着灯的窗户上，完全就是一座阴宅。人在这儿住久了，容易阴郁成疾，丧失生气，会折寿的。姐，这个地方不能住人，明天我们换个好地方住。那笔钱不能动，万一那个皇申识破了来找你麻烦，我们还能把钱退回去。小乔，我婆婆人比较泼辣，说话也不太好听，但心地还是不错的。我跟万鹏谈恋爱那阵，她对我很好的，可能现在年纪大了，脾气也大了，你待会儿听见什么别都往心里去。能养出一个软饭硬吃的渣男的人，又会是什么好东西？唐婶儿，你是不知道我那个肚子不争气的儿媳妇儿有多没用，给我生不出孙子就不说了，她连自己老公都管不住，跑来哭啼啼的跟我说我家万鹏在外面赌博欠了债，他要是有本事能把男人伺候好哄好了，我家万鹏至于压力大到跑出去赌钱吗？我骂了他几句他就敢顶嘴，我就给了他2巴掌，他倒来劲儿了，还要死要活的跑去医院。
想当年大鹏他爸活着的时候，打得我满脸是血，我还不是擦擦脸，继续给他们一家老小做饭伺候他们，哪儿好意思跑出去让外人看笑话？哼，怕啥呀？现在他爹妈都死了，谁还当他千金小姐？反正人也没地儿跑。哎，我说你正好趁这个机会，看他有没有藏私房钱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要死啊！走路都没声的，想吓死谁呢？怎么又带了个赔钱货回来？哼，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呦，小倩呐，这是你那个妹妹吧？哎呦，你要不说呀，可真看不出来是从山里来的村姑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多大了？有没有她男朋友啊？这小脸可真嫩呐。哎呦，就是瘦了一点。转过去，让婶子看看这底盘结不结实啊。堂婶，这是我妹妹苏乔，刚不过20岁，还小着呢。20岁可不小了啊，都能领证结婚了。小倩，你可别怪堂婶说话直，你这妹妹当初可是人人嫌的灾星，如今一没文化二没本事，只有趁着年轻找个好人家，卖个好价钱才是真的。对呀，小倩，你总不能照顾你妹妹一辈子吧？替她找个好婆家才是正事儿。堂婶她那个堂弟特别有钱，你妹妹要是能嫁给他，后半辈子都能当富太太了。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堂婶的堂弟都快50岁了，给小乔当爸都绰绰有余。我说小倩，你这话说的年纪大点会疼人呐。要不是看在我和你婆婆的交情上，你以为这种好事能轮到你妹妹啊？那你怎么不让你自己女儿占这个大便宜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想让我女儿乱伦呢你？没教养的东西！今天我就替你那死去的爹妈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你快放手啊，你这个小贱蹄子！桂芳，你还不快管管这个小贱人！苏倩，让你妹妹赶紧撒手，反了天了还敢打人！看在你印堂发黄，面部青黑无光，活不过明天的份上，跪下跟我姐磕个头道个歉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堂婶儿浑身冷汗直冒，反应过来自己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片子唬住。哎呦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敢咒我死？我撕了你这张嘴！他猛地一脚直接踹在堂婶的膝盖窝，道歉。哎呦，别打了！哎呦，苏小姐，我错了！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是不要脸的死肥猪，我嘴巴贱。苏乔这才大发慈悲的松开手。好啊，你带你这个丧门星妹妹回来欺负我是不是？我看你连女儿也不想要了。你把佳佳藏哪儿去了？急什么？你女儿也是我孙女儿，我自然不会害她。只要你老实听话，我心情好了，明天就去把她领回来。你告诉我佳佳在哪儿，我现在就去接她回来。怎么，你还信不过我？妈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昨天打牌输了3000块钱，你给我转5000，我今晚去赢回来。等打完牌，我自然就带着佳佳回来了。好，说到做到。等一下，我要1万。你怎么？你的钱不就是我们家大鹏的？大鹏的就是我的。我们家大鹏现在人还不知道在哪儿，你倒好，卡里有钱都不给他还债。我可以给你1万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佳佳的地址，不然你今天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行吧，赶紧给我转钱，就没见过你这种做儿媳妇的，还跟婆婆讨价还价。收了钱，刘桂芳就给苏倩发了个地址。老太婆，我劝你今晚最好别出门，否则钱财散尽不说，还会天降横祸。呸！少咒我，老娘命硬得很，你全家死光，老娘都不会死。刘桂芳骂骂咧咧的下了楼。哼，1万块就想打发我，哼，门儿都没有。他给苏倩的是一个假地址，现在儿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以后没有钱花，就只能找苏倩。姐，别白跑了，那老太婆给你的是个假地址，你等我15分钟，我带佳佳回来。他短短几句话，信息量太大，苏倩哪里还坐得住啊？焦急的起身去追，但是那门却好像被卡住了，怎么着都拉不开。苏乔走到小区门口，等了2分钟。哎，小仙姐，人我给你送来了。佳佳正睡得不省人事，苏乔把她抱起来都没有醒，看来是被喂了药。黄哥真的抓住万鹏了。哎，好，把人给我摁住了，先打断他的腿，看他还怎么跑。等一下，黄生立马改口。哎，先别打断啊！小神仙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啊？苏乔低声跟他交代几句，想让姐姐对万鹏彻底死心，他就得来点猛的。看到熟睡如天使般的女儿，苏倩激动的眼泪都涌出来了。她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认佳佳没有受伤，这才将佳佳抱进卧室。怎么站在外面吹风啊？待会儿别冻感冒了。姐，那个刘桂芳压根就没有把你和佳佳当成一家人看，你不如和万鹏离婚，带着佳佳跟我走吧。
离婚哪那么容易呀？而且万鹏和他妈不一样，以前我和他妈发生些不愉快，他都会站在我这边哄我的。那最后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你在妥协？苏倩被反问得哑口无言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你姐夫，但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不是一句离婚就能结束的。就算真的要离婚，我也得见到他，跟他坐下来好好谈谈。再说了，佳佳也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才能健康成长。为了女儿，他也得撑住这个家呀。我了解万鹏的，他是误入歧途了，一辈子长得很，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。女人傻起来，果然连自己都会骗。她能做的就是帮姐姐尽快清醒，然后去找沈修锦，保住自己的小命。二爷，我真的是打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机关，你饶我这一回吧。那光洁如镜的地板上很快就留下了一滩血迹，其中一滴血飞溅出来，正好滴在了沈修锦的鞋面上。对不起二爷，对不起，我擦干净。沈哥，这双鞋可是我花了300万找人用最好的鳄鱼皮纯手工做的。萧少，萧望，帝城4大望族之一的萧家小少爷，看着跪在面前正要替他擦鞋的男人，一脚踹在他脸上，男人的鼻梁骨瞬间被踹断，满脸是血。沈修锦缓缓站起身，男人被无形的恐惧笼罩，扭头想逃，却被沈修锦揪住衣领，直接拖到了满是食人鱼的鱼缸面前。我错了，二爷，是神。晚了。沈修锦却没兴趣听，直接将他脑袋按进了鱼缸里。唐毅却对这一切司空见惯，恭敬地给沈修锦递上消毒湿巾后，便安排手下将已经面目全非的男人拖了出去。沈哥，我一个变态都觉得你变态。怎么？你也想试试食人鱼的滋味啊？不想。萧望当即就老实了。沈哥，我查了一下，最近这段时间有个外地来的神婆经常从后门出入沈家主宅。他脑海中划过苏乔的模样，看来那小东西还真有点本事。沈哥，主宅里住的人可不少，想查清楚神婆到底是谁请的，恐怕还有点时间。这件事你不用管了。旺哥，这个月的债，沈爷。怂什么？我沈哥还能吃了你？操！黄申那笔5000万的债还他妈收不回，你告诉他3天之内拿不到钱，他跟那个欠债的万鹏，老子一个坑给他们都埋了。那个叫万鹏的，老婆叫苏倩。对啊，哥，你认识啊？说什么喜欢他，担心他，原来算盘打在这儿了，以为攀上他就能免了那5000万的债。给他1天时间，还不上钱，就把姓苏的全家给我埋了。二爷。唐毅刚张开嘴，前方拐弯处猝不及防迎面冲出来一辆大卡车，照着他们就猛地撞了上来。看来他给沈修锦的红绳派上用场了。那根红绳由他心头血灌注，以他的灵石喂养，跟他相连，能挡死劫。苏倩端着一锅面条从厨房出来，就看见苏乔右手流血不止。小乔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你按着伤口。却看见苏乔已经从自己的布袋中取出一条画着奇怪图案的黄布，缠在了流血的伤口上，瞬间便止住了血。别担心，小伤，包扎好了。来电显示正是婆婆刘桂芳的号码。姐，别接，万一她有急事找我呢？苏女士，这里是医院，你婆婆刘桂芳摔破头被送来医院了，她儿子联系不上，麻烦你尽快赶过来。好，我现在就来。小乔，我得去趟医院，就麻烦你送佳佳去学校了。星光双语贵族小学，这钱给你打车。当初母亲产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苏父虽然请了护工来照顾，但是他忙于工作，很少在家。那冷漠的家庭氛围，再加上亲眼见过父亲狠心抛弃的妹妹，都给苏倩留下了阴影。她小心谨慎，从小就学会了看父母的脸色，费尽心思去讨他们开心，以至于成年之后，这种低姿态的卑微讨好已经深入骨髓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范鹏那个垃圾才能拿捏他这么多年。他觉得比起被抛弃的自己，留在家的苏倩更可怜。哎呦，唐婶跳楼了！苏倩有些难以置信地缓缓回头，朝楼上望去。这些年，她一个人是怎么挨过来的？又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？此时，半岛公寓4楼冷色调的客厅内，医生正在替沈修锦缝合，没有用麻药，那针刺破皮肉，血腥地撕扯着，就跟缝布一样。一旁的唐毅看着都觉得疼，而沈修锦本人却仿佛没有痛感般。查清楚了吗？昨晚那辆卡车在将他们撞下悬崖后，也冲下了山崖，当场爆炸，车毁人亡。显然，这幕后主使者想来个死无对证。二爷，都查清楚了。卡车司机半个月前诊断出绝症，1个星期前他账户里多了200万。
司机的老婆孩子昨天也被他安排回了老家，不过人我已经抓住了，正在审，别让我等太久。是，幸好二爷您吉人自有天相，从那么高的悬崖坠车，都只受了点轻伤。吉人自有天相，看了一眼扔在茶几上那条断开的红绳，沈修锦的指尖勾起那条红的晃眼的手绳，丢进了垃圾桶里。唐毅，告诉小旺，苏家的人不用活埋，直接剁碎了喂狗。唐毅刚张开的嘴默默闭上了。二爷今天的心情很差，当个哑巴最好。医生已经处理完伤口，唐毅送他离开。你好，我是唐毅，请问哪位？唐助理，是我。苏小姐，苏小姐，您可真是神了，您的护身符太有用了。我想见沈先生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苏小姐，抱歉，我不能透露二爷的行踪。苏小姐，你还是带着你姐姐先离开帝城。背着我给人通风报信。唐毅整个人都麻了，他僵硬地转过身。二爷，我绝对没有背叛您的意思。苏乔，选一个吧。啊？死法。他费劲巴拉的想救他的小命，这狗男人怎么一天到晚想弄死他？沈先生，你能不能先开一下门啊？我进不来。他半信半疑的走到窗边，垂眼便看到了苏乔的身影。既然找上门来找死，那他就成全他。沈先生，他满脸都是雀跃，仿佛一见到他就很开心。可这个世界上哪有见他会开心的人啊？沈先生，你……沈修锦粗暴地拖着他进了电梯，直通顶楼。不是说爱我爱到情愿去死吗？现在我成全你，亲手送你上路。他此生最讨厌欺骗，他现在不爽到极点了。苏乔站在原地，低着头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有所决定般朝沈修锦走过去。找到了，沈先生，这些都是我亲手画的护身符，全部都送给你。眼前的小女人直勾勾地望着他，又是那种眼神，既认真又温柔，仿佛满心满眼都只有他。沈先生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。我昨天给你的红绳是最好的护身符，能够替你当死结。昨晚他救过你了，就不能再用了。我原本想给你多做几条的，但是红绳要用我的血来养很久才有效果，我没有时间了。那这些护身符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死了。他没有办法了，沈修锦的戒心太重，又不能直接弄死他，那样就等于真的是送自己上路，只能是拼一下血条了。毕竟他身体的自愈能力比普通人强得多。苏乔暗自发誓，等熬过这一年，他势必要让沈修锦知道什么叫做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苏乔冲沈修锦笑得更灿烂了，这个笑容让沈修锦皱了一下眉，干净纯粹，没有讨好，没有恐惧。这女人仿佛是真的看见他就觉得开心，这什么操作啊？沈修锦的心里烦躁不已。行，我送你上路。他竟然真的不躲。沈修锦高举的手臂顿时就顿在半空，他眼底疯狂的神色在慢慢凝固，随后低咒一声，将椅子狠狠摔了出去。沈先生，到底要杀要剐，能不能给个痛快啊？滚！苏乔算是见识到了这狗男人有多么的喜怒无常，可他偏偏不能走。沈先生，你在流血，我替你处理完伤口再走行吗？一靠近沈修锦，他就能感受到自己受损的元气在缓慢的修复。如果临走之前能再跟他多一些肢体接触，那就更好了。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苏乔只能依依不舍地松开手，他没有往门口走，而是走上前，将掉了一地的护身符默默收好。这些东西别人可都是要花钱的。沈先生，你别嫌麻烦，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一个护身符在身上。苏乔的身体摇摇晃晃，一头栽倒在电梯口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害他入骨？哼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真心都难说呢。说。萧望听得出来沈哥的心情不好。哥，你昨晚问过一嘴的，我手底下小弟黄申收的那笔5000万的贷，我刚刚把人抓过来问清楚了。哥，你要是没兴趣听，我马上挂。沈修锦眸光微凝，视线落在面前昏迷的苏乔身上。说。嗨，说起来也有点邪门，黄申刚才跟我交代了，欠着的万鹏昨晚找着了，
还多亏了一个小神婆叫什么苏乔的帮忙。那个苏乔跟他说这笔债他可以帮他收，但在那之前他得先让他姐姐苏倩看清万鹏的真面目，不然苏倩不肯离婚。都什么年代还神婆呢？皇室那个傻叉居然还信了。苏家姐妹俩都是奇葩，一个蠢的相信赌棍，一个装神棍。哥，你放心，今晚我就把苏家姐妹抓来和万鹏一块埋了，到时候直播给你看啊。所以他接近他不是为了利用他帮他姐夫万鹏躲债。沈哥，苏家的人先别动。沈修锦吐出这一句就直接挂了电话。他弯腰将苏乔抱了起来，被暖意包裹。苏乔还没有清醒，已经遵循本能，贪婪地往沈修锦怀里深处钻。苏乔，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骗我，否则我会亲手剥了你的皮，让你生不如死。二爷，那个小神苏乔他给了一道护身符，昨晚的确救了属下，所以属下刚刚接到电话，才想稍微提醒他一下，属下绝不是叛徒。叛徒的帽子比死更让他难受。起来！没有什么温度的语气，却让唐毅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二爷，我们今日开业的天宫楼盘那里突然有几个人来闹事，要跳楼讨薪，喊着要见你，钱款是我负责的。二爷，我用脑袋保证，绝对没有拖欠的情况。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。一看到号码，他就生理性的厌恶。沈董，正是他的大伯沈长宗，如今沈家的家主。楼盘那边的事你都知道了吧？去处理干净，拖欠民工工资。哼，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事，也就你干得出来。哼，多好呀，就让他们跳，开业见红。混账！要不是老太太坚持，可怜你父母死得太惨，我怎么会让你过继到我名下？这件事你要是摆不平，你父亲在集团的股份你就更没本事接手了。沈先生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他要是趁他不注意死在外面怎么办？苏乔当时就彻底清醒了。那你带我去吧，我保护你。他的语气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，声音又软又轻，像羽毛一样从耳窝里扫过。他原本满身的暴力，受到安抚一般，居然褪去了一些。沈修锦迈步便走，他厚着脸皮直接跟上了电梯。前往楼盘的路上，唐毅通过手底下的人监控着那边情况，并且迅速安排了应对措施。二爷，银行那边具体的汇款单据调出来了，公关部联系了律所，准备开个小型发布会澄清和追责。那3个来讨薪的民工都是外地孤身来打工的，应该是被人收买故意找事，不过暂时没查到谁是幕后指使他们的人。很快车开到了天宫楼盘开业的地方，沈修锦正打算推开门下车，先被苏乔飞快地塞了一样东西进口袋。沈先生，你就带着吧，我画了一路呢。在车里待着。苏乔乖乖地点头，等沈修锦一下车，他迅速推开另一侧的车门。先是沈老太太被人种下凶煞，紧接着就是沈修锦遇到刺杀。苏乔怀疑今天的讨薪闹事儿也没那么简单。沈修锦，你这个黑心资本家，还我们血汗钱！啊，女鬼啊，倒是好久没有碰到了。大哥，那个沈修锦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为啥非要俺们把他叫过来啊？管他娘的是谁！这几个月咱们累死累活就赚几万块钱，但那人说了，只要把沈修锦叫过来，咱仨每个人都能拿到50万，50万都够老子讨2个老婆了。小毛，你在这儿继续喊，老二，你去楼梯口盯着，老子先去撒泡尿。王大走到角落里，刚准备解开裤子，他忽然发现自己好像动弹不得。他张开嘴想叫，可那鬼手却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。你很怕我？王大恐惧到了极点，叫不出声。裤子底下涌出了一股黄色的热流，紧接着他两眼翻白，活活被吓得晕死了过去。妈，俺赚大钱了，家里那个黄脸婆又老又丑，又不能给俺生儿子，俺一回去就跟他离婚。你帮俺先弄弄他，让他自己过不下，回娘家最好。到手50万啊，那他就可以娶一个年轻的新老婆了。王二美滋滋的挂了电话，忽然他背脊发凉。男人有钱就要抛弃糟糠妻，我看你该死！王二猛地扭过头，身后什么也没有。小毛听见闷响声回头，就看见二哥倒在地上，脑袋底下渗出了一滩血。二哥，他慌了神儿，扭头一看，大哥也倒了，还尿了自己一身。这种诡异的画面让小毛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。他面前忽然凭空出现了一个样貌恐怖的女鬼，女鬼慢慢飘向了小毛。他想跑，想呼叫，可是根本就动弹不得，也发不出来一丁点声音。砰的一声，沈修锦踹开了天台门，扫了一眼地上躺着的2个人，眉骨微抬。你干的？沈修锦，你得死！饶是沈修锦不信鬼祟那一套，可亲耳听见一个毛头小子嘴里发出这种诡异的声音，他也不免怔了一下。所以
这是撞邪了。沈修锦，你想摆脱我，只能杀了他，可你敢吗？现在打死他，这上面就只有你一个活人了。3条人命底下那么多双眼睛在看着，到时候谁能保得住你？你尽管试试，我敢不敢？你不敢，沈修锦，你不能坐牢，不能现在就完蛋，因为你想要的还没拿到手。沈修锦，你得死！女鬼差点就被震出小毛的身体，她那双死气沉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类似恐惧的情绪。她看见沈修锦西服一侧的口袋里散发着淡淡金光，显然是有高人护着她。哼，我的人你也敢欺负？看来是当鬼当腻了，想灰飞烟灭呀！一道熟悉的嗓音在沈修锦身后悠悠地响起，那双总是笑意盈盈、亮晶晶望着他的狐狸眼，此刻仿佛积蓄着化不开的浓雾，陌生的就像是另一个人。然而下一秒，苏乔对上他的目光又露出甜甜的笑容。沈先生，我有点想你，就来找你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沈先生，以后我的护身符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，坏人多，坏鬼也多的。臭丫头，你找死！苏乔连头都没有回，一挥手就扫出一道无形的气波，这一下直接将女鬼打出了小毛身体，险些灰飞烟灭。他惊恐不已，也意识到这小姑娘是自己惹不起的人，他赶忙引入墙内，随即就消失了。此时处理好楼下围观群众和记者的唐毅也赶了过来。二爷，他上前检查了一下，确认3个人都没有咽气，唐毅神色彻底放松了。只要人没死，一切都好说。二爷，警察都来了，这边我处理，您跟苏小姐先离开吧。沈修锦倒是不触警察，他正想开口，沈先生，我饿了。沈修锦看了他一眼，转身便走。苏乔指了指地上已经痛得晕死过去的小毛，对唐毅说：“这个人留着，我有用。”好的。苏乔，来了来了。能跟着二爷，还让二爷主动等的女人，这么多年来，这苏小姐算是头一个了。难不成二爷这棵万年铁树终于要开花了？一大堆媒体记者就喊着沈总狂扑上来，长枪短炮的围住他们，闪光灯晃得苏乔眼睛疼。别乱动！这突如其来的画面让那些围上来的记者都惊住了。沈二爷这是抱了个女人？咔嚓一声，有个不怕死的突兀按下快门，给我砸了！2个保镖应声围了上去。他怀里抱着人，大步飒飒地踏着往前。这回没有人敢追了。你会捉鬼？他历来是不信鬼神那一套的，但刚才在天台上发生的一切是他亲眼所见。对啊，我是玄术师，还是最厉害的那种。之前老太太被人下了凶煞，也是我替她驱邪的。我当时跟你说过的，可是你不信我，还觉得我是个神经病。沈修锦抬手蹭了蹭鼻尖，难得有些理亏。我觉得刚才天台上那3个农民工不过是引你过来的诱饵，幕后的人真正想做的是要利用女鬼除掉你。我怀疑他们跟之前给老太太下凶煞的是一伙人。沈修锦黑眸渐冷，暗潮汹涌。他在沈家唯一在乎的便是老太太，看来有人活腻了。苏乔，开个条件，为我所用的条件。苏乔还没来得及张嘴，沈修锦就先悠悠地补上一句：娶你不可能。苏乔轻轻叹了口气：我只要你能够平安地活着，沈先生，我比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更希望你好。很好，苏乔，你最好能装到最后。这意思是同意他留下来了？那沈先生，我以后就能跟在你身边了吗？那要看你的能耐。沈修锦当即就露出了资本家的獠牙。我身边不留废物，先说说看，天台上那个女鬼你怎么处理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考察期吗？那个红衣女鬼怨气极重，怨鬼是生前有恨，恨意难消，死后成怨会将他们困在他们枉死的地方。你的意思是她就死在这栋楼？是的，应该是在这栋楼建成之前就已经死了。沈修锦半信半疑，他打了个电话，让手下人去查天宫楼盘修建前有没有出过命案。很快消息就传了回来，果然有一个叫陈丽红的女人7年前在这个地方自杀了。当时这块地皮还在上一家开发商手里，原本是要建一栋高档公寓的，但是在快竣工的时候，陈丽红在深夜爬上楼顶，身穿红衣一跃而下，
苏乔盯着资料上的陈丽红的照片，看出了端倪。沈先生，陈丽红身上还有些事情我得去确认一下，给我1天的时间，我查出是谁在背后利用女鬼想害你。陈丽红当鬼当了这么多年，和沈修锦也是无冤无仇，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捣鬼，害沈修锦，那不就等于想让他死吗？好大的狗胆，有人害他，他倒是比他还生气。可以，1天内查不出来，我把你跟陈丽红埋一块儿。二爷，你要吃点什么？滚他！苏乔看着菜单上的价格，眉头越扭越紧。什么破地方啊，1碗汤要3钱。我要半斤挂面，加4个鸡蛋和半斤肉就好。嘿，谢谢啊。照他说的做。二爷，收买司机的人已经查出来了，是沈苍逸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沈修锦毫不意外。沈苍逸正是他大伯沈长宗最看好的长子和接班人。哼，他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，我自然要加倍奉还了。沈修锦一边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唐烨接下来的任务，一边看着苏乔将碗里的鸡蛋和肉大部分都分到了小碗里，又往里面加了一些面条。这种土包子对他好的方式也真是挺朴实无华的。沈先生，快来吃面，待会儿就囤了。这里的大厨手艺真好。沈修锦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，他口味挑剔得很，但是面前这小东西吃得极香，看着莫名下饭。他破天荒地拿起筷子也吃了一口，这土包子还真挺好养。最后沈修锦那碗还是进了苏乔的肚子。吃饱喝足回到车上，沈修锦从储物层里取出一台新款手机，里面存了我的号码，我的人得做到24小时开机，随叫随到。保证随叫随到。他巴不得1天24个小时都跟着他，好好养一养自己的灵池。你姐夫万鹏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知道万鹏的事？我要是愿意，你苏家祖宗18代都能挖出来。这男人不是挖人祖坟，就是把人给埋了，什么癖好？万鹏不算我姐夫，他是我姐姐的劫，我得帮姐姐度过这一关。苏家视你为灾星，你还要帮苏家人渡劫，还真是圣母心泛滥。抛弃我的是苏家父母，跟我姐姐苏倩没有关系。而且真要刨根究底，她如今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有责任。因为我出生那天克死了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，才导致母亲陷入重度的抑郁，甚至有自杀的倾向。可姐姐苏倩却被迫承担了她造成的恶果。我留在苏家的那3年，父母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是姐姐在照顾我。我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，我是抛下她的那一个。一个重度抑郁的母亲和心力交瘁、沉迷工作缓解悲痛的父亲。姐姐她这17年过得比我更辛苦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。他就是如此，弱者囿于地狱，而他靠自己一步一步爬了回来。同情和怜悯这些感情只是无用的累赘。苏乔正想开口说点什么，目光先捕捉到窗外一个熟悉的人影。沈先生，麻烦你听。车子还没有开口，窗外发生的一幕让苏乔的表情瞬间冷了下去。贱人，你敢出卖我！苏倩被这猝不及防的一耳光扇倒在地。苏倩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表情狰狞的男人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甚至不敢相信这就是她同床共枕的老公万鹏。万鹏还觉得不解气，又狠狠地踹了苏倩2脚。妈的，老子差点死在你手上！昨天晚上，他躲在榆林路的公寓里，那个地方是最佳藏身所。可谁知道一伙人突然冲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把他一顿暴打。然后没有过多久，黄申就来了，还说多亏了他老婆苏倩了解他，猜到了他的位置。万鹏被打得丢掉了小半条命，趁着看守的人打瞌睡，这才逃了出来。他气得头脑发晕，满肚子的怨气，恨不得掐死苏倩。苏倩眼睛里噙着泪，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。万鹏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一直在照顾婆婆，她……少他妈废话，快给我点钱！他一边粗暴地去抢走苏倩的包，一边警惕地盯着四周，就怕那讨债的人突然出现。老公，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，女儿和婆婆还要用钱，你……万鹏满身怨气和怒火，踹了他一脚。就因为你这个贱人不肯把房产证交出来，老子现在才像阴沟里的老鼠，被追得四处逃。万鹏发泄完，倒是又冷静了几分。房产证还在苏倩手上，想到这儿，万鹏表情缓和了不少。倩倩，对不起，倩倩，是我混账，我刚刚是气疯了，上头了，一时间没控制好脾气。你是不知道昨晚那些人怎么对我的，要不然你也打我泄泄火。说着，他抓起苏倩的手就往自己脸上招呼。
苏倩用力地抽回手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你别碰我！挨婆婆打的时候，她都没有如此绝望过。万鹏害怕追债的人找过来，也不敢久留。倩倩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，你赶紧把房产证找出来，我晚点回来找你的。老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一定要救我。你放心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，我不会再去赌了。这时，对面几个男人看着像收债的，万鹏如同惊弓之鸟，慌忙跑了，手里还抓着苏倩的包。被撇下的苏倩愣在原地好一会儿，她慢慢蹲下来，缩成一团，将脸埋进膝盖里，无声又无助地哭了出来。车里，苏乔静默地看完这场悲剧，只有这样切身的痛过、心碎过，姐姐苏倩才能看清渣男的真面目。沈先生，我晚点去找你。沈修锦静默地看着苏乔走到苏倩旁边，蹲下身，轻轻抱住她。姐妹俩在这人来人往的街头，倒是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意味。沈修锦收回目光，开车。果然是养不熟的贱人，背着老子存了这么多私房钱，都不肯拿出来帮我还债。操！万鹏觉得自己骨头都断了几根，倒在地上哀嚎不已。你他妈的会不会开车？想撞死老子呀？赔钱！哼，今天他非得讹一大笔。沈二爷，你看我赔多少合适？不然直接撞死，给你遗孀多赔点。不，是我走路不长眼睛，挡了二爷的道。万鹏连忙往旁边爬了爬，给车让路。二爷，您请。苏倩和她女儿，把他们母女俩盯紧。在彻底信任苏乔之前，他必须抓住她的软肋。小望不太理解。明白，不过哥，你什么时候对人妻感兴趣了？滚！沈修锦懒得跟他废话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又补了一句：那5000万的债，先别收，要不直接免了？反正也没有多少，还不如当他沈哥泡妞路上的垫脚石呢。他还没那么大面子。啥意思呀，哥？这妞到底是泡还是不泡啊？西城那边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哥，一切都在计划内。不过今晚这事办了以后，你跟沈苍毅就彻底撕破脸了。沈苍毅那个草包倒是无所谓，可沈长宗那边怕是不好糊弄了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就玩点大的。整个帝城有谁比他更疯吗？苏乔将苏倩扶回家，替她处理了身上的伤口。小乔，万鹏他变了，他以前从来没对我动过手。他不是变了，只是暴露了本性而已。小乔，是不是你？是你算到万鹏的下落，让他们去抓人的，是不是？从黄申到今早坠楼的唐婶儿，以及意外摔破头的刘桂芳，苏乔每个都算准了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是我。小乔，你为什么？为了让你能够看清楚万鹏的真面目，让你能够清醒过来。不是的，他是误会了。苏倩下意识的就想替万鹏找理由。他误以为我跟那些收贷的流氓告密，所以才……姐，苏乔看不下去苏倩的自欺欺人，皱眉打断他。如果他真的信任你，就不会误会你的。如果他真的爱你，心里有你，更不会动手打你。你自己想想，他这些年是真心爱你，跟你过日子的吗？苏倩被他这一连串的质问逼得心慌。他能打你第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这样的男人，你真的要打算原谅他，跟他过一辈子吗？小乔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想有人爱我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就那么难？姐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你得学会爱自己，放过自己。离开万鹏吧，我还有佳佳，我们陪着你重新开始。苏倩压抑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化成泪水汹涌而出，等苏倩发泄完，她也彻底冷静清醒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谢谢你小乔，我会离婚的。她鼓足了勇气，终于把离婚2个字说出口，压在心口的重担好像也卸了几分。好，姐，你不要害怕，天塌下来还有我在呢。傻孩子。苏倩感动的鼻子发酸，她摸了摸苏乔那张精致不见血色的小脸儿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小乔，你这些年在山上是不是过得很辛苦啊？你师父他们对你好吗？还行吧，反正也没有饿死我。以后姐姐来照顾你，不用再回山里了。别担心，我活得很好的。无论多少人抛弃他，多少人想让他死，他都活了下来。
他苏乔这条命是自己挣来的。苏乔今天收拾了女鬼，耗费了一些零食，身体有些疲惫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等醒过来的时候，苏倩已经提着炖好的汤去医院了。小乔，锅里热着汤，记得喝。我去见律师了，准备离婚协议。姐姐总算是肯翻篇了。喝完汤，苏乔摸出沈秀锦给她的智能手机，摆弄了一番。沈先生，我不在你身边，平安符记得随身带着哦。为了不显得太冷漠，他还发了个爱心的表情包。消息已读，但没有回复。算了，看见了就行。小黄啊，有没有空啊？找你帮个小忙。哎，仙姑，咱大晚上来这儿干嘛呀？走吧，跟我去挖个坟。今天跟陈丽红交手的时候，苏乔特意留了一缕他身上的鬼气，他一挥手，鬼气就钻出了袖口，去找主去了。那挖吧，就这座。黄山他们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了。棺材埋得很深，他们挖得满头是汗，不过好歹是挖出来了。作为答谢，苏乔一人送他们一张平安符。开棺见尸损阴德，你们最好回避一下。黄生他们几个立马躲回了车上。苏乔单手掀开了棺材盖，一股腐尸的恶臭味瞬间就冲了出来。看来他的猜测没错，陈丽红自杀的时候是怀着孕的，胎死腹中成了婴灵。要操纵鬼需要极强的法力，但是操控不成形的婴灵就简单的多，只要挟持着婴灵，就能让陈丽红心甘情愿地替他们办事了。哼，这人不要起脸来，比鬼都还不如。不过自己的孩子落在别人手上，陈丽红恐怕也会不惜一切代价，想方设法去杀沈修锦。看来这女鬼今晚就得处理了，还有沈修锦也得一块儿去。城郊南岭仓库，此人正是沈苍逸的手下，也是出面联系卡车司机制造车祸的那个。旁边跪着几个中年男人，个个脸色发青，敢怒不敢言。他们面前摆着一份股份转让书，这几个是沈苍逸的合伙人。不用紧张，有不满意的就提，我这个人很民主的。旁边的萧望一口水差点喷出来。民主？得，别人是民，他二爷是主。沈修锦，西城经济区是我们和沈苍逸沈总合作开发的，但今天你突然把我们抓过来，逼我们转让股份，这种土匪行径未免太令人不齿了。沈修锦，你别以为你在地城能只手遮天，我们也不是好惹的，你难道还能把我们都杀了不成？刘总说哪儿的话？紧接着手起刀落，刺穿了他的大腿。这血腥的一幕吓得旁边几个老总瑟瑟发抖。要么签字，然后带着一家老小从此在我眼前消失，要么我送完你们，再送你们全家上路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了。帮着沈苍逸，你们真是活腻了。他刚说完，沈修锦扔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。萧望离得远，余光一瞥就看见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。苏乔，欠高利贷的那个万鹏，他老婆叫苏倩，有个妹妹，貌似是叫苏乔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沈哥的手机里存女人的号码了，所以沈哥感兴趣的不是人妻，而是人妻他妹。萧望手比脑子快，当场就按了接听。沈先生，你忙完了吗？我找你有点事情。美人儿，你是？谁准你给我打电话的？你没有回我消息。沈修锦翻了一下手机，果然有几条未读信息，都是10分钟前苏乔发来的。萧望揉着差点摔成两半的屁股站起来，听见这一句，他彻底绷不住了，这活脱脱的女朋友查岗啊！沈先生，你在哪里啊？唐毅说小毛醒了，我们去趟医院吧。他在手机上点了2下，立刻就弹出了苏乔的定位。不用，在原地待着，我去接你。然而还没走2步，不远处有10几辆车从4面8方冲过来，将他团团围住。沈修锦，你还真以为你是天皇老子？南岭这边是我的地盘，今天我让你横着出去。电话那头的苏乔也听见了这声威胁，心里咯噔了一下。沈先生，在原地等着。说完，沈修锦就直接挂了电话。送我去南岭。仓库外面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，地上全是血。苏乔有点慌，沈修锦死了问题不大，可是他还不想死。沈修锦，他着急的去地上翻人。沈修锦，你别死！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风吹起地上的沙尘，迷了眼睛，
他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先揉沙子。哥，人小姑娘担心你出事儿，都吓得坐地上哭了。沈哥，这小姑娘怕是跟你来真的了。小姑娘似乎是哭完了，重新爬了起来，继续去翻地上的人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一声一声的，好像找不到她就不会放弃，真烦人，又蠢又烦。苏乔听见脚步声靠近，他下意识的回头，便看见沈修锦的身影。沈先生。苏乔愣神了半秒，快步朝沈修锦跑过去，一头撞进他怀里。他是真的害怕。我刚刚找不到你，我好害怕你死了，那我也活不成了。这些话他从第一次见面便开始张口就来。沈修锦的手按住他的肩膀，将人推开了一些。我没那么容易死，还有下次别让我看见你哭，不然埋了你。这个狗男人到底对埋了他有什么执念啊？他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沈哥这哄女人的手段简直能把对方吓死。苏乔小姐是吧？初次见面，我是萧望，你叫我望哥哥就行了。小美人儿，你别担心，那些小瘪三儿哪能算计沈哥呀，早就被收拾了。苏乔看见萧望也是眼睛一亮。普通人看人看五官，可苏乔是职业病，他看人就喜欢观面相，看骨相。萧望天生就是贵骨大富之相，如此外显的贵气并不多见，但即便如此，滔天富贵并不张扬，反倒是被压了一头。萧先生，你有一个哥哥是不是？而且能处处压他一头。苏小姐，我有个哥哥的事人尽皆知。他哥萧思衍，萧家从小培养的是正统继承人，萧氏财团的首席执行官，每年开年财经周刊的封面人物。身弱忌财，财印交战。他最近这2天身体不适，不要轻易投资。萧望满脸问号，他沈哥这是找了个神棍。苏乔说完，突然觉得脖子后面凉飕飕的。你倒是操心的还挺多。这好端端的狗男人又生什么气呀？你记得把我的话告诉你哥啊，这2天别投资伤财。我算一卦5000，要是算对了，让他别忘了给我打钱啊。说完，他急忙去追已经走远的沈修锦，留下萧望在风中凌乱。什么玩意儿就打钱？沈先生，等等我。唐烨回头询问沈修锦的意思。沈修锦从后视镜里逆着苏乔的身影越追越近，眼看着就要到车窗外，他吐出一句：开车。唐烨也是满脸问号，这逗着玩呢？你大爷的，别活了，同归于尽吧。手机响起，苏乔狗腿的立马接听，声音要多乖有多乖。沈先生，过来。苏乔抬头就看见那辆车停在几十米开外。你他妈当逗狗呢？苏乔保持微笑。好的。他顺手将沈修锦的备注改成沈非人哉。车内，唐烨亲眼目睹了自家二爷这番有些幼稚的操作，也是一头雾水。他当然不敢直接问沈修锦，偷摸的给亲哥唐毅发了条消息：二爷身边那个苏小姐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那不是普通女人，是神婆仙姑，对她一定要放尊重心。她说什么你就听着。他就是出了趟差，他哥就开始搞迷信了。沈先生，我们先去医院处理那个小毛吧。沈修锦淡淡的嗯了一声，车子就直接往医院的方向开。苏乔搜了一下萧望亲哥的资料，自己这是亏大发了。萧思衍这种级别的有钱人，他一挂通常得10万起步的。沈先生，你能不能帮我跟萧望说一声，我刚刚给他哥算的那一卦钱收错了，不是5000，而是10万。沈修锦沉默的扫他一眼。你刚刚给萧思衍算命，是为了赚钱？对啊。苏乔理所当然道。除了你，我给别人画符算卦都是要收费的。沈修锦莫名觉得有点受用。你很缺钱啊？倒是不缺，就是现在没有钱。之前给黄申，就是来找我姐收高利贷的那个小混混头子，他老婆怀孕了，我卖了10张安胎符给他，赚了一点钱，都给我姐了。不过今天又被万鹏给抢走了。好在我姐已经决定离婚，50万买他清醒，划得来。但是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，我想多赚一点。苏乔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啊，你是我喜欢的人呐。算了，沈修锦想，他不主动开口求他，难道还要让他纡尊降贵来开口送钱？对了，沈先生，苏乔正色道，我开过陈丽红的棺了，她死的时候怀着孕，但是现在棺材里面没有小孩的骸骨，我想应该是有人把她孩子偷走了，对方应该是以陈丽红的孩子做要挟，让她来害你的。
前面开车的唐烨也是见过大世面的，但是这番话他还是听得后背凉飕飕的。我会找到英灵，作为交换条件，陈立红要交代谁是幕后黑手。沈先生，你心里面有怀疑的人吗？不清楚，想我死的人太多了。得，他这一年怕是得累死。车已经开进了医院，唐毅就在楼下等着，发现沈修锦没有跟上来。他回头就看见沈修锦还站在车前，正跟唐烨交代着什么。唐烨点头应下，上车离开之前还看了苏乔一眼。等沈修锦走到跟前，他问：沈先生，你们刚刚是在说我吗？你能再自恋点吗？唐烨一边开车一边交代手底下的人：找一个叫万鹏的赌徒，先关起来。他手里有张银行卡，保证里面的金额有50万，给他老婆送回去。唐毅看着床上神色呆滞、直勾勾盯着天花板的小毛，也有点不理解。人醒来后就一直是这种状态，医生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原因。苏乔看了一眼，他被鬼上身之后受到鬼气侵蚀，三魂七魄都被吓散了，就会出现这种症状，我们称之为离魂。那这魂魄散了能归位吗？能，但不是现在，他还得再当一次容器。说话之间，苏乔已经从布袋里取出了2个烛台、2根红蜡烛，还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铜炉。苏乔摸出了一张无字符纸，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。他闭上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那符纸居然无火自燃了。眼前施法的苏乔身上有种凛然不容侵犯的气场，可是又神秘莫测，让人无法移开视线，跟那个缠着他的小姑娘判若两人。沈修锦深眸轻轻眯起，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苏乔才是真正的苏乔，而在他面前要死要活的那个恋爱脑更像是装出来的。苏乔自然不知道沈修锦的内心活动，他用符纸生火，点燃红烛，燃着的符纸抛到半空，灰烬落在小毛身上。只见他原本呆滞僵硬的身体突然向上抬起，然后又重重地跌了回去。苏乔手掐诀，嘴里飞快地念着咒语。床上的小毛猛然弹坐起来，眼冒红光，他死死盯着苏乔，有些畏惧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何必要多管闲事？唐毅头一次见这样的场面，顿时就有些腿软。哼，你这种怨鬼还不配打听我的名讳。我给你2条路，第一，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，我就会帮你找回你的孩子，超度你们母子。第二，苏乔取出一张天雷符，神色阴冷。我现在就让你灰飞烟灭，母子离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不要，我可以灰飞烟灭，只要大师你能超度我的孩子。他们挖走了我的孩子，让他受尽折磨，逼我杀了沈修锦。他们是谁？我不认识，但我见过他们的样子。大师，你可以亲自来看看。眼下陈立红附在小毛身上，只要苏乔跟他通灵，分一部分灵石到小毛体内，就能以小毛的肉身作为容器，共享陈立红的记忆。苏乔捏了一个分身诀，闭目，灵石出窍进入了小毛体内。陈立红嚣张地大笑起来，臭丫头，硬碰硬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可你现在灵石出窍，肉身还在外面，你死定了。沈修锦脸色微变，只见陈立红猛地一挥手，旁边的桌子腾空而起，朝着苏乔的肉身狠狠砸了过去。桌子就在苏乔面前几公分的位置停住了。原本闭目的苏乔突然睁开了眼睛，桌子被一股更狠的力道摔到墙上，4分5裂。既然你想魂飞魄散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陈立红难以置信，你不是灵石出窍了，怎么会？哼，若你这种鬼体，我1/10的灵石都用不上，想引我灵石出窍再毁灭我的肉身，挺会做梦的。哼，那就跟你的鬼生说再见吧。苏乔口中念咒，手里五雷符画出了一道金光。不要！陈立红终于见识到苏乔的恐怖之处，他在床上疯狂挣扎，极力想要冲出小毛的肉体，可奈何被点在床头的镇魂灯牢牢锁住。就在此时，一团黑气从天花板的通风口钻了进来，直冲向病床上被陈立红附体的小毛，将他团团围住，竟然挡住了苏乔劈过去的五雷符。苏乔眼神凛冽，有人在跟他斗法。你们先出去。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，一股无形的力道直接将沈修锦和唐烨2人推出门外。透过门上的玻璃窗，他盯着苏乔娇小淡薄的背影，几乎能感受到他散发出来的凛然杀气。沈修锦淡不可见地皱了一下眉。5分钟之后，苏乔拉开了病房门，他脸色白得吓人，周身戾气和寒意都没有消退。陈立红的鬼魂被救走了，
不过差不多也废了。苏乔伸出手，给我纸笔。刚才他已经入侵陈立红的鬼域，透过陈立红的视角，看见只是他除去沈修锦的那个女人。唐毅立刻拿来笔，苏乔也不讲究，盘腿就坐在地上开始画。10分钟之后，他停下笔，将画好的人像递到沈修锦面前。就是他，是二太太。他有几分意外。什么二太太？胡大伯沈长宗带回家的小老婆林小云。对外他只说跟沈长宗是一见如故，认他为义兄，可他进门的时候分明还带着一个8岁的小男孩，眉眼酷似沈长宗，谁都知道那就是沈长宗的私生子。真没想到这次引过来是二爷的，竟是看上去最无害的二太太。没什么好意外的。沈修锦别有深意地看了苏乔一眼。人是最会伪装的，往往看起来越单纯干净，皮囊底下心思就越多，得撕开来看看才行。不是啊，大哥，你说话就说话，你瞥我干什么呀？今晚苏乔折腾了好一通，已经是累到不行，身体愈发的冷。他想离沈修锦近点儿，感受点温暖，可奈何这男人不知哪根筋不对，又看他不爽。沈修锦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一个司机送他回思悠园。苏乔上了车之后哈欠连天，要睡不睡的时候就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。小乔，你是怎么把钱从万鹏手里拿回来的？苏乔现在脑子都转不太动了，干脆摊牌。不是我。可是刚才有位唐先生找到家里，把我的银行卡送来了，里面还有50万呢。他放下卡只说了句以后不会再有人来骚扰你们母子就走了，我还以为是你的朋友呢。唐先生，那应该是沈修锦身边的唐烨了。苏乔有些感动，但不多。沈修锦也是在用这种方式提醒他，苏倩母女俩的小命现在捏在他手里。苏乔皱了皱眉，这男人比他想象中还难搞，软硬不吃。看来他在沈修锦那边得更加小心才行，否则他要是知道他现在这么黏着他，只是为了利用他保命，那依照沈修锦那变态的性格，肯定是要10倍100倍的报复回来。我想起了，那人是我朋友，我托他帮的忙。姐，你把卡收好了。姐，你离婚咨询的怎么样了？我今天在律所等了一下午，那位大律师都没空，我明天再去碰碰运气。不用，明天他会主动找你的。沈修锦自然不会只停在送卡这一步，苏倩还说了什么他已经听不清了。姐，我有点累了，就先挂了。他蜷缩成一团，身体冷得要命。车窗外月正圆，今天正好是15。这2年每逢15，苏乔就会虚弱的厉害，只能使出平日3成的功力。今晚跟他斗法的那个人算是走大运了。陈立红的鬼魂奄奄一息倒在地上。皇娘娘，我已经按照你吩咐的去做了，可是沈修锦身边的小姑娘太厉害了，哪怕皇娘娘及时出手替他挡去这5雷符一大半的威力，但是那剩余的能量也不是他能承受得住的。不过是会点鸡毛蒜皮的本事罢了，归根结底还是你没有用，你连他的灵石都困不住。是，皇娘娘您修为高深，无人能敌。皇娘娘，我都听你的了，你让我见见我的孩子。陈立红苦苦哀求。你的孩子就在里面，进去陪他吧。陈立红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。皇娘娘眼底渗出阴狠的金光。蠢东西，英灵加怨鬼，正好给我练最凶的母子伤。他打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陈立红。皇娘娘接起响个不停的手机，对那边的人低声道：不用担心，下次沈修锦那儿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放心吧，他身边那个小丫头我找机会一并收拾了。二爷，苏小姐的背景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，她在云清观住了17年，从没接触过沈家的人，这次回到帝城也是为父母奔丧，整整7天她都没有出过苏家的门。离开苏家后，她第一个去见的人是您。唐毅谨慎地说：苏小姐她不太可能是沈苍逸他们的人。二爷，我觉得苏小姐她黏着您，应该就是单纯的喜欢您。你觉得她喜欢我？反正她对您跟对其他人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。说仔细点。我有种说不出来的距离感，好像都不在乎，又都不放在眼里，脾气也不太好。唐毅仔细回忆着。可在您面前就不一样了，她很喜欢往您身边凑，恨不得当个挂件挂在您身上，一看见你眼睛都亮了，就像……唐毅想到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他及时住嘴。沈修锦眸色微冷。说。唐毅只能硬着头皮。就像饿了好几天的狼看见了肉。沈修锦不说话了，这什么破比喻？他现在考虑让唐毅抽时间再去读个文学硕士。二爷，
您快去看看吧，那个苏小姐好像快不行了。沈修锦闻言神色一沉，倏地站起来，健步朝外走去。二爷，司机把苏小姐送回来，结果发现人怎么都叫不醒，我壮着胆子去碰了一下，她整个人都是冷的，好像都摸不到脉搏呀。司机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，慌了神，看见沈修锦的身影，吓得当场就跪下了。二爷，我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沈修锦没有理会，走上前，手搭在苏乔的颈侧。他的确是很冷，浑身冷得就像块冰，但是还是有微弱脉搏的。别走！他虚弱的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却知道他是谁。沈小姐，别走，求求你，别抛下我。他身体难受的要命，而沈修锦是他唯一的解药。沈小姐，你抱抱我。苏乔哑声喊着，语调软的就像祈求，但又像撒娇。周围所有人都安静了，只恨不得当场化成空气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们差点惊掉下巴。自家生人勿近，不知道把多少女人扔出去过的二爷，居然真的弯身将车上的小女人抱了起来。唐毅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。没错了，二爷这铁树是真的要开花了。不远处，刚走进来想要找沈修锦商量点事的萧望掏出手机。乖乖，这小神婆有点东西啊，她这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沈哥抱女人进房。这有瓜得一起吃。萧望兴奋地反手将这组照片发给了他亲哥萧思衍。哥，沈哥都有女人了，带回家过夜了，小姑娘长得贼漂亮，跟小仙女儿似的。平时他的消息萧思衍一般都是不搭理的，但是这组照片甩出去，萧思衍隔了2分钟回复了，图 P 的不错。萧望此生最不能受的就是委屈，他当时缩进车里，一通跨洋电话就打了过去。哥，那小姑娘叫苏乔，沈哥真的把她带回思游园了，我要骗你就讨不到老婆。这个是毒誓啊，但是他毫无兴趣。挂了。等一下哥。萧望听出了一点不对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萧思衍看了眼面前助理递过来的感冒药，伸手接过，吞了以后他又喝了口水，这才开口。没有。萧望压根儿不信亲哥会骗他，当时就哼哼道，我就知道苏乔那丫头在忽悠我，她还给我算了一卦，跟我说你这2天在生病，不能盲目做决定会伤财，我差点就信了她的邪。萧思衍扶了扶鼻梁上的金丝框眼镜，镜片后面那双漂亮又凌厉的眼眸轻轻眯起。他跟你说的？对，小姑娘长得那么好看，神神叨叨的，没想到沈哥好这口，哎呀。萧思衍懒得听他废话了，直接挂了。他的身体状况也属于财团的机密信息，除了身边的助理和私人医生，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沈修锦身边的小姑娘倒是有点东西。萧思衍合上手里的文件，抬眸若有所思地开口道，上午通过的投资方案暂时作废，全部重新估价。苏乔，你给我适可而止。刚才他把人抱进房间，准备放在床上就走，结果没想到这小姑娘看着瘦得跟纸片人似的，力气却大得惊人，居然直接将她带到了床上。沈修锦，苏乔经历了冷热交替的双重天，脑子混乱的就跟喝了假酒一样。你得抱我10分钟。沈修锦气急反笑，苏乔，你吃豆腐吃上瘾了，我凭什么？我今天晚上帮你做了很多事，我还救了老太太，这是我应得的报酬。不对，抱10分钟不够的。他只知道自己刚刚都快冻死了，而沈修锦就是他的暖炉。沈先生，你心跳好像加快了呀。行，那就玩点刺激的。沈修锦伸手从旁边抽屉里拿出手铐，将他一只手锁在了床头。你刚刚说你救了老太太，说清楚。苏乔能感觉到黏着沈修锦这么久，原本虚弱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小半的力气。他惬意地弯起眼睛，一点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。我把陈丽红再次引出来，不单单是为了找出想要害你的幕后黑手，还想挖出那个利用婴灵操控女鬼的人。跟给老太太下凶煞的应该是同一个，因为这些恶毒的法术都是玄门禁术，会的人并不多。我顺便破了他给老太太中的凶煞。沈先生，老太太明天就应该能出院了，你开心吗？沈修锦不吃画饼这套，他向来追求眼见为实。等明天再说。沈先生，老太太明天要是好了，我能不能跟你要个奖励啊？抱沈修锦10分钟能恢复小半灵时，亲2分钟他就能彻底恢复了。
这小姑娘一点都不知羞，巴巴往他耳边凑。嘿，我能不能亲你啊？靠一晚上，清醒一下。他冷冷扔下这一句，转身就走了。活了20多年，被一个小姑娘追着耍流氓，这要是说出去，都得觉得丢人。可更丢人的是，沈修锦闭了闭眼，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窜起的那股燥意。他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给撩到了。苏小姐，见苏乔的手还被手铐锁着，他忙道：“我去找福伯拿钥匙。”不用那么麻烦。苏乔用另一只手抓住手铐中间，就这么一拽，只见不锈钢的手铐居然从中间断开了。然后苏乔轻轻松松地将留在手腕上的那截拆成2半，当着小女佣的面准确无误地丢进垃圾桶。这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吗？苏乔也多看了小女佣2眼，是那种瞧着就很喜欢的面相，但如果仔细看，她却是父母宫煞亲缘薄，命生坎途，幼年应该吃过很多苦。苏乔出于职业习惯开口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多大了？”刚满20，苏小姐，你叫我阿满就好，是二爷给我取的名字，福伯让我来照顾你。苏小姐，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就好了。苏乔倒是有些意外，沈修锦给你取的名字？那你父母？我没见过我父亲，听说他以前是沈家的司机，当年专门负责给二爷父亲开车的。阿满的眼底闪过一丝悲伤。21年前，我母亲刚怀上我，我父亲开车送二爷一家去赶飞机，却在路上出了意外。我父亲死了，二爷的父母也当场殒命。二爷当时6岁，他失踪了。苏乔看不到沈修锦的命数，对他一无所知。他还是头一次了解到沈修锦的过去。然后呢？那时我母亲因为父亲的死，悲痛过度，落了病根，所以生下我2年后就过世了。我被舅舅舅妈带回家，他们给我改名叫福地。阿满嘲弄地扯了扯嘴角，意思就是要我将来好好的服侍他们的儿子。我从小就给弟弟当小保姆，伺候他吃饭穿衣，做不好就要挨打。说到这儿，阿满仍然是心有余悸，他指了指自己右边耳朵。有一次因为接弟弟回家晚了，就挨了舅妈2耳光，右边耳朵被打聋了。所以苏小姐，以后您跟我说话声音得大一点，不然我听不清楚。就在我被打聋后没多久，有一天二爷亲自找上门把我带了回来，他让我留在家里，也送我读书，就是我太笨了，成绩不太好。苏乔安静听着，眸色渐凝。阿满在舅舅妈妈的虐待下长大，后来遇到了贵人沈修锦。那沈修锦呢？他在车祸现场失踪，是被谁带走的？这么多年又经历了什么？什么时候被人找到的？他的贵人又是谁？对于苏乔来说，沈修锦整个人都是未知的。没等他细想，困意先袭来。苏乔打了个哈欠，交代阿满：“我要睡了啊，明天除非沈先生找我，不然谁都别叫我起床。”苏小姐，您得起来了，老太太回来了，就在楼下等着，指明要见您呢。苏乔诈尸般从床上直挺挺坐起来，气沉丹田，让他滚字儿滑到嘴边。他脑子先清醒了。等一下。苏乔纠结了几秒，给沈修锦发了条消息：“沈先生，老太太回来了，我能不能见她呀？”等了2分钟，无人回复。苏小姐，你快点吧。苏乔还没来得及回应，就先听见楼下的客厅里传来老太太中气十足的声音：“别催我的小仙女儿，是我回来的太早了，她肯定还没睡醒呢，我且等着吧。你们天天伺候阿锦，怎么家里多了个女孩子都没人知会我？要不是旺财今天来医院看我，告诉我这个好消息，我还不知道我乖孙媳已经找到了呢。”沈奶奶，您别在外人面前叫我小名儿。什么玩意儿，小仙女儿，你毁容了？这是怎么了，宝贝儿？别告诉奶奶，是不是阿锦身边那些莺莺燕燕嫉妒你，毁了你的脸？很好，他老人家想象力很丰富。老太太见苏乔不吭声，还以为自己猜对了，当时就满眼心疼。别怕，奶奶替你报仇。你告诉奶奶谁干的，我马上派人去把他全家化成大花脸，丢到非洲去挖煤。宝贝孙媳妇儿，你别担心，奶奶有的是钱，不管你脸变成什么样，奶奶都能找最好的医生给你修复了。就算修复不好，你在奶奶眼里也是最美的小仙女儿。苏乔能看得出来，这老太太是真的很喜欢她。她有点受宠若惊，更多的是不知所措的尴尬。没有人这么对待过她。来，让奶奶看看。
奶奶，还是等沈先生来再。他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突然被人拽着胳膊往后一拉，整个人就跌进一个熟悉温暖的怀抱。太舒服了，想抱着睡觉哎。沈修锦扫了一眼顺势靠在自己怀里占便宜的小女人，嘴角稍微抽了抽，不动声色地将人推开了一点。奶奶，您出院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话是对着老太太说的，杀气却扫向了一旁试图藏起来的萧望。萧望看天，装无辜。哼，你少吓唬旺仔，是我让他别声张，直接带我过来的。你找到了我的宝贝孙媳妇儿，怎么不带过来？说到这儿，老太太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瞪了起来，气鼓鼓的。之前在医院，我的宝贝孙媳妇儿就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说我听见她的声音了，你故意骗我！好啊，你这个臭小子！奶奶，你别打她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呦，多好的丫头，果然是她看中的小仙女儿。好好好，不打。来，让奶奶看看你的脸到底如何了。苏乔不知道该如何反应，抬头去看身旁的沈修锦。别动。他便乖乖听话，由着他将他的墨镜和头巾一块摘下来。美人儿，这别的不说，小仙女这张脸是真的绝。我的宝贝孙媳和阿锦站在一起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这样，你们今天就去领证吧，订婚宴也别办了，直接结婚。好啊好啊。苏乔当然是巴不得呀，这老太太简直就是他保命路上的垫脚石。奶奶，我沈修锦的太太当然要最好的，该有的流程一个都不能落下。您也不想委屈了您的小仙女吧？这番话说得无懈可击。哎，说的也是。那行，乖孙媳，咱们先聊聊订婚的事儿。苏乔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老太太拉走了。哎呦，沈哥，你真要跟这个小神婆结婚啊？沈修锦淡淡的道：“哄老太太开心而已。”萧望想来也是，这个苏乔的确配不上沈哥你。苏家多垃圾就不说了，我仔细查过她的资料，这女人简直是克天克地啊！哥，你留她在身边还是得小心点，这小神婆骗财骗色都算轻的，万一她连你都克……那就看看到底是我命硬，还是她有本事了。不是啊，重点是这个吗？萧望有些抓狂。哥，有的东西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沈修锦都懒得听，抬脚就出去了。二爷，律师那边安排好了，现在已经约上了苏倩。苏倩母女俩，以后都安排人盯好了，明白？宝贝媳妇儿，你叫苏乔，是哪个乔啊？南有乔木的乔。真是个好名字。等我安排人选个好日子，亲自上门去跟你父母提亲。不用麻烦了。苏乔十分平静道：“我父母双亡，家里只有一个姐姐，不过她最近在办离婚，忙得焦头烂额的。我的婚事我可以自己做主的。”老太太一噎，当时看苏乔的眼神更心疼了。奶奶，沈先生跟我一样，也是父母双亡吧？果然，老太太触景生情，是真的从苏乔这儿想到了自己的宝贝孙子。如今她既心里已经认了苏乔这个孙媳妇儿，那关于沈修锦的事情自然不会瞒着她。是啊，阿锦她也是个苦命孩子。老太太沉沉地叹了口气。21年前她只有6岁，在跟父母去机场的路上遭遇横祸，满车人都死了，独独她失踪了。这也算好消息，只要没找到尸体，我就相信我的乖孙子还活着。我一直在找他，找了整整14年。想起阔别14年第一次见到沈修锦的场景，老太太就禁不住抹眼泪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擂台上跟人打黑拳，满身都是血。等人洗干净了，被带到我面前，我看见他那一身的伤，当时心都要碎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年阿锦他在那场车祸里被炸伤了脑子，失去了6岁之前全部的记忆，他忘记了自己是谁，也想不起来自己当时为什么会离开现场了。只有6岁的小孩子孤苦伶仃流浪在外，没有遇到好心人，却碰上了人贩子。于是6岁的沈修锦被拐到了大山里，受尽折磨，终于找到机会又自己跑了出来。他在垃圾堆里捡吃的，跟野狗抢东西，凭借求生的本能活着。后来阿锦他偷东西吃的时候被几个混混抓住，他们看他够狠，年纪又小，就把他留下来，让他去抢去偷，替他们拿刀子捅人。再后来他们培养他去打黑拳，拿命挣钱。沈修锦那些不堪的过去在苏乔面前一一铺开。那14年是他活在地狱里的，
他的狠，他的冷血，也是在地狱生存下去的守则。他忽然想起来沈修锦在车里对他说的那句话，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，而沈修锦选择从地狱里爬出来。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家阿锦，但你相信奶奶，她本性不坏的，不然她也不会在知道爆炸时，司机曾拼了命的保护他们一家以后，立即找到司机的女儿，也就是你见过的阿满。他把阿满接回来，给他治病，送他读书。阿锦她是个好孩子，只是没有人好好的对待过她，好好照顾过她。小乔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阿锦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冰做的，只要你是真心对他好，他肯定能感受到，而且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苏乔垂下眼，浓密纤长的睫毛挡住眼底的情绪，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奶奶您放心，只要我在沈先生身边一天，就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他，不会让他受伤的。您可以相信我，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。苏乔的话一字不落落进他耳朵里。沈修锦目光悠悠地盯着女人的背影，那么小小的一只，他一只手就能捏碎，可这成天嘴里不是喊着保护她，就是要养她。苏乔，你要是装的，最好能装到最后。奶奶，能让我看看你脚上的铜钱吗？我脚上的铜钱是你绑上去的？是啊，这是我老家的习俗，替老人家祈平安呢。苏乔随口扯谎，神已经蹲下去卷起老太太的裤腿，只见铜钱已经彻底变黑了。苏乔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金光，他上手将铜钱摘了下来。好了，奶奶，您以后会平安健康的。他笑起来很乖，极具欺骗性。好孩子，后天是阿锦伯父的寿宴，往年阿锦都是独身去的，有时候饭吃不了2口就能吵起来，今年你陪他去吧。我？苏乔拿不定主意。可是沈先生他未必同意啊。他敢不同意，奶奶我做主，你就陪他去。都听您的。毕竟他也想去会会那个二太太，以及他身边助纣为虐、引鬼杀人的玄门败类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你要出门吗？能不能送我去个地方啊？这是把他当司机使唤呢。不能。沈修锦薄唇吐字，转身就走。苏乔知道他的脾气，也不生气，厚着脸皮就跟着上了车。那就把我送到公交车站吧。唐助理，你待会儿停一下车，我自己坐公交车去城南古玩街。唐毅也不敢立刻答应，从后视镜里觑着自家二爷那张深邃俊美的脸，见他不搭理，也知道是默许了。唐毅这才笑道：好的。他又多问了一句：苏小姐，您去古玩街做什么？看能不能淘到有灵气的宝贝，给沈先生做一个好看的护身法器。你拿什么买？他可是穷的还要蹭他车的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赚钱的。沈先生，我很厉害的，你放心，有我在你身边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沈修锦一只手已经摸到了皮夹，因为他这句话又塞了回去。苏强正在埋头翻着布袋里能用的东西，忽然预感到了什么，他面色一沉，正想开口提醒沈修锦：趴着。沈修锦，他发现每次他一紧张，就不假模假式的喊他沈先生，而是连名带姓的叫他沈修锦。在车里待着。苏乔自然是不肯的。是。不听话，以后就不用跟着我了。沈修锦也冷冷扔下这一句，抬脚就将撞变形的车门给撞开，然后下了车。外面7、8辆车将他团团围住。沈修锦，你手伸得够长啊！西城经济开发区，从项目敲定时，沈苍毅就盯着了，说是他这2年的心血也不为过。沈苍毅昨晚跟政府好几个高层在商务会所玩了一宿，突然经理敲门，说是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份大礼。他上前打开盖子，当时脸色就变了，那里面装的却是被打断手脚、浑身是血，只剩下一口气吊着的留守员。是沈修锦。说完这句，人就2眼翻白，彻底晕死过去了。要说手长，谁比得过沈总你呢？派人杀我，1次不成，还有第2次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沈苍毅当然不认，他冷冷盯着沈修锦，仿佛在看什么垃圾。这个地城想你沈修锦死的人可多的是，少把脏水往我头上泼。苏乔紧盯着沈苍毅，沈苍毅肩头萦绕着好几个阴灵。
普通要是被这么多阴灵环绕，早就被吸干阳气，面黄肌瘦，霉运缠身了。但是沈苍逸却是红光满面，贵气天成。沈修锦，识相的现在把西城的股份交出来，再跟我去刘总病房前磕头认错。看在你爹妈死得早没人教的份上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。你再说一遍，我听听。沈苍逸只觉得眼前男人阴冷的目光化成了一只无形的手，扼住他的喉咙。你……沈苍逸刚张开嘴，剧痛先袭来。放开沈总！沈苍逸旁边的保镖齐刷刷的拔枪，沈修锦丝毫不怵，插进沈修锦肩头的钢笔拔出来，抵住他脖子上的血管。来，开枪啊！突然，几十个戴着黑色恶魔面具的人将沈苍逸的人团团围住。鬼影，鬼影在地城是最神秘的组织，形如鬼魅，从来不开口，也好像从来没有痛感。没想到这鬼影居然是沈修锦的人。沈修锦，你敢杀我，这个沈家都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想要的东西，这辈子都拿不到。再敢提我父母，下次我就送你下去见他们。冷冷的说完，他一甩手，将沈苍逸如同垃圾一般丢在旁边。抬眼的那一瞬间，透过车窗玻璃看见后座的苏乔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沈修锦眼里一丝温度都没有，冷得令人发怵。此时唐毅已经调人开了另一辆车，沈修锦迈步上车。苏乔收起东西从车上下来，快步跟了上去。怕了？沈修锦身上暴力未退，整个人被寒意笼罩。还喜欢我吗？这种场面对他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，口口声声说爱他，倒贴上来的女人也不在少数。也曾经有一个特别执着的缠了他好几个月，但是他的运气不好，在他生日那天撞见最血腥的场景，也看见了他浑身染血的样子，当时人就直接被吓吐了，从此就避他如瘟神。就算能驱邪收鬼又如何？这世上人比鬼可怕的多啊！突然手背附上柔软细腻的触感，苏乔有些心疼。我不怕，我只是怕你会受伤。沈修锦神色微僵，他垂眼扫过去，就看到苏乔握着他的手，正对着他虎口处的伤口皱眉。好在这车上是有医药箱的，苏乔小心地替他清理伤口。这么点小伤，沈修锦都懒得管，他却轻轻往伤口上吹凉气，就跟哄小孩似的。不疼了。苏乔，刚才我用钢笔在我堂哥身上开了2个窟窿。他活该，谁让他先欺负你的？他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，甚至还有点生气。而且他还说你父母坏话，也是他自己的叔叔和婶婶，不懂得尊重长辈，也不爱护弟弟，长得人模狗样，不干人事。苏乔话锋一转，变着法儿的开始给沈修锦灌输安全知识。沈先生，其实我刚才差一点就布好了阵法，能够帮助我们脱险的。我看见沈苍逸身上有好几条人命化成怨灵跟着他，只不过他有高人相助，加上祖上阴德显赫，那些阴灵都被镇压了。但是我可以替他开天眼，让他能短暂的看见那些阴灵，这样我们就能逃了。沈先生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？我怕他们真的开枪，我想帮你挡子弹都来不及。帮他挡子弹？这话听着既夸张又可笑。可眼前这小姑娘满眼都是浓浓的余悸，声线都在发颤，那股莫名其妙的烦躁感又来了。就凭那群废物也想动我？再说废话，我现在就丢你下车。苏乔只能把到嘴边的话咽下去。车又开了几分钟，沈修锦取出手机发了条信息：别把事闹大。简单的5个字留住了沈苍逸和他手底下那些人的2条胳膊。你刚刚说沈苍逸身上有好几条人命，能查清楚他们的身份吗？可以的，但是需要先接近沈苍逸，拿到他的头发、指甲和生辰八字，破了他身上的法阵才行。在经过公交站口的时候，车没有停，一路开到了古玩街。沈先生，那我先走啦。沈修锦从皮夹里取出一张黑卡递给他，拿着。他硬邦邦地吐出一句：我沈修锦的人在外面没钱用，说出去丢人。沈先生你真好。趁机扑上去想要抱一下他，却被沈修锦识破。他凉飕飕地警告：敢打油试试，下车。苏乔推门下车，在原地目送车子离开。沈修锦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站在原地挥手的小姑娘，嘴角不易察觉地翘了翘。二爷，您是不是也觉得苏小姐还挺可爱的？你很了解我。
没有，我瞎说的。小姑娘还想买点什么？快来我这儿看看，都是好货。哎，小美女，来我这儿看看，给你便宜价啊！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啊？哎，小姑娘，我这块石头是河边捡的，不算古玩，你还是瞧瞧别的吧。这人倒是老实本分，但是也缺慧眼，不知道自己捡了一块黄玉灵石，他打算用这块玉石给沈修锦做个护身法器。我就看中这块石头了，你捡的那也是你的，开个价吧。张坨子，你好不容易开摊儿，一把年纪了，可别看人姑娘长得好看，连钱都不赚了。哎，姑娘，你瞧好了，这石头真不值钱，你要是想买个好玩，哎，不如买另外一件，石头我就送给你。苏乔扫了一圈摊位上的那玩意儿，实在是没有一件能入眼的。最终，苏乔端详着张坨子的那张脸，只见他双眉锁印，眼下发青，天苍黑气萦绕，是霉运缠身的面相。你这几天是不是特别倒霉啊？哎，小姑娘，你怎么知道呀？先是忘带伞出门，就遇上下雨，赶公交车追不上趟，等好不容易等到车，下车的时候又发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光破财这也就算了，他更是遭到了无妄之灾。今天早上来的路上摔进坑里，腿差点就摔断。唉，算了，我就吃点亏，替你画一张转运符，换这块石头吧。此话一出，周围围过来看热闹的人群里发出一阵阵笑声。张坨子，这小姑娘在忽悠你呢。嘿嘿，人家长得这么漂亮，别让她画符呀，你让她给你摸骨也不吃亏呀。哎呦！正调笑的人突然脸上一痛，就好像被空气抽了一耳光。苏乔袖子底下掐诀施法的手放松下来，他提笔蘸墨，落在黄符纸上，画出了一串行云流水、大气复杂的符文。他身上有一股沉寂出尘的气质。围观的群众渐渐安静下来，有懂行的看得目瞪口呆，倒吸了几口凉气。上品转运符，这是上品转运符啊！没想到帝城还有如此年轻就这么厉害的画符师。哎呦，这小姑娘真人不露相呀！要是单卖这一张转运符，怎么着也要个3-5万吧？3、5万？你做梦呢！至少得再加个0。见苏乔把符纸递过来，张坨子诚惶诚恐。哎呀，谢谢姑娘啊！苏乔略微一点头，收起石头，转过身。苏乔一路上边走边逛，又收了几件能用的法器，当然都是刷沈修锦的卡。毕竟他为沈修锦驱邪捉鬼，劳心劳力的，这收点钱也是应该的。等逛的差不多了，苏乔走进路边的一家茶楼，他径自去了2楼走廊尽头背光的包间。出来吧，再跟下去，你就要被太阳晒成灰了。女鬼怯生生地望着苏乔，你真的能看见我？我不只能够看见你，还能灭了你呢。这小鬼从离开他张坨子摊前之后就一直跟着他，那么大的太阳也亏得他生前是淹死的，命格又偏阴，才能扛这么久。大师饶了我，我从来没有害人。大师，我不记得我生前是谁，又为什么死了，一直在人间飘着，无处可去。刚刚看见大师你能徒手画符，觉得厉害，就想求你帮帮忙。大师你别灭了我，我现在就消失。哎呀，不灭了你了，快别哭了。人有善恶，鬼亦如此。苏乔开启天眼，却发现这小鬼不仅被人抹掉了记忆，就连生辰八字也被刻意消去了。丢了生辰八字，就彻底沦为无主的游魂，投胎也只能投畜生道。大师，怎么了？苏乔便将他生辰八字被人消除的事情都跟他说了。大师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当畜生，我也不想再这样飘着了。苏乔察觉到他眉心有一线金光，隐没在鬼气之中。这小小年纪居然已经积了一线功德了。我可以帮你寻回八字超度你，但是必须得先弄清楚你生前是谁，因何而死。谢谢大师。我做这些也不白做，你身体里面有一线功德，是你生前行善积德留下的，你愿不愿意把它给我当做报酬啊？后果就是你下辈子投胎转世只能当个普通人了。这个功德金光对于苏乔而言，是除沈修锦之外补充灵石修养肉身的绝佳好物。我愿意。苏乔便将女鬼那一线功德取出，注入自己体内。瞬间他便感受到了一股热息，身体舒服了不少。随后便咬破食指，往女鬼眉心上点了一下，口中念咒，一人一鬼的眉心同时浮现了一个散发青光的莲花图案，转瞬即逝。好了，他跟女鬼结下了修罗契，契约已成，违约者将受天谴，遭100倍反噬。苏乔从包里取出一根红绳，套在手腕上。在我查清楚你的身份之前，你就待在绳子里，以后呢，我就叫你小红了。
好的，大师。小红化成了一缕白烟，乖乖钻进绳子里。苏乔坐下来继续吃点心。小乔，苏倩的语气激动，你算得太准了。昨天我没见到的那个大律师，今天真的主动联系我了。我现在就去律所见他，你有空吗？我想你陪我。好，把地址发给我。混账东西，连你堂哥都敢下手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对付我？沈董言重了，我要有那本事，您这位置早就换人了。放肆！沈苍逸被他那大逆不道的话气得不轻，抄起手边名贵冷硬的砚台就砸了过去，一丝热流就从沈修锦眉骨慢慢淌下来。哪怕这一个字都没说，但是那阴冷的眼神依然让沈苍逸面色一沉。既然西城经济开发区现在是你的了，就由你接手吧。舆论方面我会安排的，这项目也算是沈家的脸面，会安排人去协助你。还是沈董更高啊，自己儿子的东西不好意思厚着脸皮抢，就拿我当刀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跟你母亲倒真是像得很。然后他如愿以偿看到了沈修锦变脸色。明天政府的招标会，我希望只有沈氏集团的人出席。沈修锦手底下掌控着鬼影，这是沈苍逸知道的，他也默许，并且在暗中资助过。对于他来说，沈修锦就是最好用的刀，当然也是最见不得光的。沈修锦摔上车门，浑身气压极低。唐毅虽然担心，却也不敢多说什么。沈修锦的手机在这个时候震动起来，直接掐断了震动音。他掏出手机，看看要送谁上天。二爷，我找到了一块黄玉灵石，我打算呢把它打造成你的护身法器。你喜欢什么啊？扳指、项链？然后就一块丑石头的3张照片。沈修锦沉吸了一口气，不打算理。看见信息状态变成已读，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沈先生，你看见我给你发的照片了吗？你喜欢什么慢慢想，不过别想太久啊。我早点做成法器，你就能早点带在身上，当做护身符了。以后再随便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把你跟你姐一起埋了。手机随手扔在旁边。5分钟之后，又钻来一条信息：沈先生，谢谢你帮我姐找的律师，你记得好好吃饭哦。后面跟着一个粉红色的爱心。沈修锦嘴角微微抽了抽，他好像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。沈修锦干脆把人拉进黑名单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他靠在椅背上合眼休息。过了10几分钟，沈修锦睁开冷冽的黑眸，又把人从黑名单里拉出来。苏倩那边已经聊完了，她手里捏着起草好的离婚协议。小乔，这黄大壮算是地城数1数2的离婚律师了，你怎么算到他会主动找我的？不是算的，是我一个朋友帮忙联系的。改天我得登门当面谢谢他了。不用，他忙得很，我替你转达谢意就行。他可不愿意让姐姐跟沈修锦那尊杀神碰面。苏倩又去附近的小饭店打包了1菜1汤和米饭，准备给刘桂芳送过去。什么仙丹灵药这么贵？我看你们医院就是想赚黑心钱。别以为我年纪大了就好骗了，我不吃，赶紧把钱退给我。王护士，麻烦你了，药给我就行。护士是看着苏倩1日3餐来送饭的，伺候刘桂芳的。这么好的女人，偏偏摊上这么一个恶婆婆，可惜了。没良心的，你怎么现在才来送饭呢？想饿死你婆婆不成？都怪你妹妹那个乌鸦嘴害人精，害得我摔成这样。我这医药费你得全包了。等我出院再把这事告诉大鹏，看他怎么收拾你那个祸害精妹妹。他还想怎么收拾我妹妹？想对我一样对小乔动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决定了要跟万鹏离婚了。以后他再敢动我，或者是我家人一根手指头，我就送他去吃牢饭。倩倩，你可别被人怂恿干糊涂事儿。你快30了，这么大年纪离婚带着个拖油瓶，可没那么好找下家。你现在娘家都没了，我跟大鹏才是你的家人。我知道大鹏打你是伤了你的心了，可我跟大鹏他爸年轻那会儿过日子的时候也没少动手啊。男人打你还不是因为他在乎你？再说了，夫妻哪有隔夜仇的？打我是因为爱我。你省省吧，3岁小孩都不会信这种鬼话。你要是真过不去这个坎儿，等大鹏回来，我让他给你磕头赔罪，你狠狠地打他几下。以后别说离婚这种胡话了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你今天输破天，这个婚我也一定要离。门外突然冲进来一个人，大鹏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找人来抓我！那天他抢了苏倩的钱以后，直奔赌场，却被人突然用布袋蒙头套住，直接拖走了。他被扔在一间破仓库里，还挨了一顿毒打。
万鹏饿得头脑发晕的时候，隐隐听到有人通电话，说了句只是帮苏小姐一个小忙。苏小姐，那不就是苏倩吗？今天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眼前万鹏恶狠狠地举起手，一巴掌就要扇过来。苏乔的一只手还握着手机，晚点说。万鹏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好啊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这个贱人在外面勾搭了野男人，让他来对付老子，想离婚门都没有。万鹏面目狰狞，想要爬起来，却又被苏乔一脚踩回到了地上。泼脏水还是你会啊？签字。大家评评理呀！我这个儿媳妇在外面偷人，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还要逼他离婚呢！你胡说什么？二爷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他也搞不明白二爷怎么会突然想来这家医院处理伤口。唐毅顺着自家二爷的眼神抬眼看去，竟然透过人群缝隙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苏小姐。被围在人群中间的苏乔揉了揉耳朵，他走过去挡住围观人群的视线，一巴掌拍在刘桂芳背上。闭嘴，回去躺着吧。刘桂芳瞬间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失去了控制，嘴巴怎么着都张不开。他死死瞪着苏乔，但是身体却自己爬起来，乖乖回到病房。